老六穿越到修仙世界已经10年了，出了一个狗屎系统，他什么都没有，而系统却解锁的任务却难如登天。一个废柴孤儿在这个仙人满天飞的世界绝望至极，如今只剩最后一次就能解锁系统，他只能暂时放心良心，骗天骗地，抛弃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算命啦，算命啦，百问百知，包准包中，算你老爹免名贵姓，算你老母芳龄几何，算你全家人数几口，算一次1枚品灵石，算不准第2次半价。你这人挺有意思啊，摆摊算命，算的东西乱七八糟，第一次还要收1枚下品灵石，把人当智障呢？你这就不对了，我若没有玄妙之处，又怎能在这摆摊呢？今儿可是九剑山的招新大典，最重要的是，你看我面相天真纯粹，眼神极为真诚，一看就是一个好女孩。说的也是，他定是这九剑山的弟子，若真没本事，岂能在这摆摊？要我说，这没准就是九剑山试炼里的一环，要考验我等智商。你这说辞如此弱智，正常人绝不会相信，九剑山也绝对是如此认为，必有玄妙。是吗？我金圣斐在修真界这么多年，早已司空见惯，绝不会出错。金圣斐，大富世家，年仅18便是炼气期后期，竟然来了九剑山，好，真是大客户。1枚上品灵石，我倒要看看你秒在哪里。哇塞，南王你好痞！上品灵石，不愧是金家小少爷，好大的手笔。既然金公子如此信任，那我便开始了。来的，你把手伸过来。你爹姓金，准不准？真准。你母亲是女人，准不准？很准。你如今炼气后期，只差半步便能筑基。我去，这你都知道？你管你妈的弟弟叫舅舅，准不准？非常准。神算，你可真是神算啊！我的考验已经结束了，信我，你今日必能顺利进入九剑山，成为九剑山弟子。我果然聪明机智，一眼就看破了这是九剑山的试炼。只见迟淼一个烟雾弹丢下，众人一顿咳嗽后，烟雾散去，却再也不见那少女。这就走了，感觉像是哈哈哈。好，来无影去无踪，不愧是九剑山的弟子，厉害啊！九剑山开山第1轮测试验灵根。恭喜宿主抛弃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100次行骗已完成，解锁系统。新任务，狗至众人身后。什么意思？毒狗狗不如众狗狗，挡在前面的人多了，自己活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任务目标：成功加入10大宗门。任务奖励：炼气术入门。无论是就近原则还是正在招新来看，最佳首先都是九剑山，可这九剑山总共上万层台阶，凡人上去很难的好不好？这么多年了，这台阶都是上万层，你不要总怪别人，凡事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有没有好好在这修着当狗弟。系统激活了，还不如死了算球。说话又难听，做事还扎心，立马跪下给我道歉，要么给我换个态度，敬重一点，要么我自杀，你重新找一个好宿主。神台，斯米马赛速酱，瓦达西瓦知道错了，您老人家手头还有一份新手大礼包，要不要先开大礼包，再决定要不要自杀？唉，好，开。恭喜宿主获得随机属性极品灵根，获得魅力值+1，获得挺好的悟性。极品火灵根是什么？极品火灵根就是修仙好苗子，极品划重点，做好笔记，要考的。从此以后你就成为修真界的香饽饽了。哼，极品灵根我忍了，魅力值+1我也忍了，但这挺好的悟性是什么意思？因为不是绝世的悟性，但比绝大部分人已经好很多了。放心，好东西，补脑的。算了，懒得跟你计较，打开属性面板看看。这是什么评价？再胡说八道，扒掉你一层皮。灵根分为金木水火土，其中火灵根最为热门，最为抢手，没准就被大佬看上，从此废材逆袭，升官发财了。任务勤快点做，你要啥都大大滴有。迟淼不喜争抢，有缘者得之。不过我跟万物皆有缘。好，还的是你不要脸更胜一筹。这不就是金圣斐那个大冤种吗？他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是不是认出我了？要找我麻烦了？有些眼熟。眼熟？怎么会呢？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不比金公子那般威名远扬。我若之前见过金公子，定然不会忘记的。难道这就是眼缘？这就是一见如故？对，这就是眼缘。俺服老尤，这人脑子也太蠢了。既然我们如此有缘，不如组队如何？我今儿遇到一个神算子，他告诉我，我必过，你跟着我，绝对没问题。这可万万不能啊！哪有人厚脸皮跟自己骗过的人组队啊？这丧尽天良吗？只要你能过第1轮，后面2轮我们一起组个队，刀之包主。成交，老板随时吩咐我。叫老板见外了，我也是看你有眼缘，这人眼光好得很，从没看错人，你一定是绝世好人。金圣斐，你真的，我哭死。古灵17，金木水土4灵根，灵根过杂，根值过低，不合格。下一个。古灵80，水木双灵根，水60，木70。大爷，修仙要从小打基础，赢在起跑线，插出去。下一位，江陵金是金圣斐。
石林妹子，你等着看好金哥哥给你表演，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好，金圣斐名气不算低，无论是江陵金家还是他本身，都足以让许多人关注的。云上的几位大佬明显更加认真了。金圣斐握紧测试时，一时间金光大放。金灵根值92 92的根值，我记得九剑山的那位圣子的根值也才94吧。如果说金圣斐是天骄，那么九剑山的那位便是这个时代的顶端天骄。年仅17便已筑基中期，更是早早的领悟了不败剑意。只是传闻其冷傲如霜，不近人情，真是人不可貌相，金公子不可斗智商啊！其实我一早就看出金公子天赋恐怖，没准就是智商换的呢。你们说人坏话这么大声的吗？好大胆哦！直秒妹子，你看哥哥成功不？太成功了！当金圣斐测试完回到迟淼身边时，迟淼提醒道：“你成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有什么用？你指的是什么？我很好奇，他们站在天上看，却从头到尾也就只说了一句，到底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可能起了一个造型上的作用吧。”殊不知，天上几人把二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你个小姑娘懂什么？咱们站在这里就是威慑力。严长老息怒，咱们还得在这摆造型，如此动怒让其他宗门知道了，不得笑话我们九剑山。天上那几位怎么突然一副吃了巴巴的表情呢？确实是，可能他们差点让巴巴噎死吧。让我宰了他，我要宰了他，10秒是吧？我记住你了，我倒看看你怎么个天赋。如若你天赋平平，我定偷偷传音给你，羞辱你一顿。下一个测试者，直毛。这小姑娘长得带劲，就是不知道天赋怎么样，说不准也是一个根值90的天才。切，得了吧，根值90，你以为灵根是白菜吗？看他半点灵力都没有，能有70便不错了。虽然不知道极品灵根值多少，但金手指给的东西肯定不会差吧？终于轮到我自己装逼了。宿主，我提醒你一下哦，你最好收些力气。此话怎讲？不怎讲，信我狗到天荒地老后，就能成为史上最强系统，得永生。不会是因为你给的灵根是假货吧？狗屎出品，必出精品。我已经准备好传音嘲笑了。然而迟淼捏过以后，测试时毫无动静。师兄，这测试时怎么没动静啊？没动静只有2种情况：第一，你没用力；第二，你身上并无灵根。我不可能没有灵根，会不会是这石头有问题啊？话音刚落，熊熊烈焰燃烧，上面浮出数值，根值才10，难怪那么久没反应。不对，数值在变化。不会真要上90吧？在火焰中的迟淼眼神有些迷茫，但他能感受到源源不断的力量正在涌入自己的肉身当中。下一秒，测试时猛地炸碎，同时迟淼也离奇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是此前的10余倍。灵力绕身，连起前期，这次突破了。不是，他做了什么就突破了？就这了个灵根，关键他的测试时还炸了，他的根值到底是多少？纵观整个修真史，没有任何一人能够做到只是测试灵根就突破了，未免也太轻松随意了。大哥，你没事吧？没事个屁！入嘴！就这么一把人嘴巴抓住了。严长老竟然连长老都出动了，还是坐管一座剑山的严长老。这只秒要倒血霉了，这严长老可是修真界顶级战力，九剑山刑罚长老，依山之主，他的实力甚至超过了九剑山宗主。之所以没能成为宗主，那纯粹就是脾气太暴。确实，他长得就不像什么好东西。重新测结果还是一样，根值慢慢升，最后测试时爆炸。一次是意外，那2次呢？问题不在测试时，那么真相只有一个。严长老眼睛一眯，看向迟淼，好像要把他看穿一样。哎呀，严长老，你别这么看人家害羞。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严长老老脸一红，指着迟淼说道：“你这成绩肯定不能作数。若你还想加入我九剑山，需要让我探魂，你可有意见？”探魂？这万万不可！怎么，你怕了？探魂是灵魂强大者对弱者的一种搜魂术，被探魂者会头疼无比，浑身无力，仿佛全身被掏空，还会被对方看见自己的记忆，可谓内裤都不剩。系统，你会不会被发现？不会，他们就是把你扒光了，内脏掏空了，也不会发现我的存在。本大爷可是专业的。既然要进入九剑山，那边堂堂正正的让所有人认可，你光马过来吧。金圣斐眼中含着泪光，他知道自己眼光好，没想到居然这么好。迟淼真是一个有血有肉、敢说敢做的好女孩啊！既然准备好了，那便放松精神。你放松，我也方便进入你一线。说的像是要做什么似的。我做你大爷！严长老真是要被气死。不过他进行探魂还是十分小心。你疼不疼？不疼啊。我的灵魂力粗壮，你当真不疼？真不疼。你再胡说八道，我要喊非礼了！严长老在众人面前的形象彻底崩塌，他气得咬紧牙关，深入探索。终于他看见了画面，只见绿色的山坡上，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我是蠢猪佩奇，这是糖乳猪乔治，这是母猪翠花，这是四眼猪骚高，野猪佩奇。”
这妮子的灵魂里怎么会有如此奇奇怪怪的东西？老夫活了几百年，从未遇到过如此诡异且魔性的灵魂。再这么下去，我会疯的。严长老加大力度，继续深入池淼的灵魂。终于，他摆脱了那魔性的画面，来到了一道万丈深渊当中。这里没有光，数百根长而粗壮的锁链将一位少女囚禁在此。巨锤猛砸铁钉，铁钉刺入少女的额头。这个画面连严长老看了都觉得心惊肉跳，痛苦不堪。这是闯入者死。这极品灵根指的是？没错，极品到能让任何探测者都爆炸。哦，那还真是极品啊！严长老，你没事吧？你看看这像没事吗？我可是化神后期的强者，不算上那些闭关不出的老不死的，整个修真界比我强的不超过10个。那东西竟然能将我逼退，还只是看了一眼。巅峰时期得有多恐怖？看池淼的样子，似乎他并不知情。你第1轮通过了，变异火灵根，根值89。这个数值可谓极好，既能让池淼通关，数值合理，又能被宗门重用，又不会太过高调，引起太多人注意。89，差1分就是90，太能膈应人了，好小气哦！你那是什么眼神？信任的眼神。总感觉有什么不对。严长老回去以后，告诉其他长老他所看到的一切。你所看见的确认是100根锁链，以及一锤树钉。是，贺老，你见多识广，是知道些什么吗？贺万帆，九剑山9山中特管秘籍文献的万之山山主，论学识，整个九剑山就他最牛。这恐怕是阎罗恶咒。什么是阎罗恶咒？人死之前，以100根追魂锁锁住全身骨头，用灭魄针插入天灵，令人生生世世灵魂永受折磨，不得好死。他的每一世都会早亡，而且无法修炼。如今灵根强大，可能是另有仙缘，但此咒恶毒损运，到底是何人会给他下如此咒术？他的信息上写着孤儿出生，凡间15年，又是刚入仙途，只怕这咒并非今生所得。这等咒术要施展的代价极大。还未亮，10秒便尝试着吸收周围的灵力。水脑袋进水了，大清早在这儿吹热风，有没有素质？热死个人了。哪有热风啊？这不是很凉快吗？你自己是凉快了，你周围的火元素都快挤满了，别人能不热吗？原来这死动静是我整出来的，那我需要道歉吗？不用，他们更希望你滚。那我滚吧。这儿应该没人了。有流水的声音，什么东西？哟，美男泡澡，好看，爱看。靠，再慢一点，真要死了！我投降。为何偷窥？你别胡说，我没偷窥。你在这泡露天温泉，我在这修炼，你打扰到我了，我才来看看。我打扰你？不然呢？我是听到水声才过来的，况且我也就看到了上面的部分而已，你还伤了我呢。什么叫也就看见了上面的部分而已？合着你还觉得可惜了？谁家的姑娘能说出如此虎狼之词？你身材挺好，但我又没看见其他的，你有啥大惊小怪的？从小到大这么多年，除了剑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情绪产生波动。可这话让他有些破防了。我都没修，你修啥？男人长啥玩意又不是秘密，先赔我医药费才是重点吧？师尊教我剑法，但却没教我怎么应对剑。算了，就当被狗咬了一口好了。此为一品气血丹，够了吗？气血丹，好东西，值钱，就1枚啊。1枚气血丹还不够吗？可能够了吧。也是，你能出来露天洗澡，想必也是个穷鬼吧？我就不为难你了。好好好，2枚，你也要不要？他转身就走，生怕迟淼再爆出一句话来。帅哥，你的胸肌真的很大，怕人看见的话可以用绷带缠一下的。哇，御剑飞行，真帅！无货，看来你此行极有收获啊。师尊，此话怎讲？今日极阴之气爆发，比往日温和了不少。好像还真是如此，怎么会这样？他天生剑魂，变异冰灵根，也因此成了极阴之体。19岁之前若不解除极阴之体，他将暴毙而亡。而唯一的破解之法，便是变异阳灵根。话说回来，我听几位长老说，今日有个小姑娘测验灵根，频频出现错误，疑似阳灵根。阳灵根，小姑娘，不可能吧？第2轮的考核是通天梯，考人灵魂强度的，灵魂力越强大，走得越多。炼气期的最高纪录是九剑山的那位圣子创下的，那圣子天生剑魂，极为厉害，硬生生走了200层，这可是筑基期才能达到的层数。我明儿也要试试能不能到200层。那他便是第1梯队中的顶端了。是的，天生剑魂，变异冰灵根，17岁便筑基中期，曾越级斩杀过半步金丹期强者，修真界100郡土中排名第9，评价是气若寒梅，冷傲如雪。那我到时候走个300层玩玩。300层，你真的太逗了，迟淼小妹，年少无知啊！你若能真走300层，我便给你1枚上品灵石；若超过300层，多1层，我便多给你1枚上品灵石。金圣斐，你可真是我的好福气，我的好神仙啊！你真觉得我是神仙啊？我哪路的？散财童子一路的。
今日的第2轮测试，测试内容是登天梯，内容很简单，各位只需一步一步登上通天梯，登上50层方为合格，进入最后1轮。哦，这不轻轻松松吗？上楼梯能有多难？你这就不懂了吧？那通天梯可非比寻常，每一层都是对灵魂的煎熬。踩上去的那一刻，迟淼便感觉到了不同。这怎么有点爽呢？好像去了高级足浴城，就像7号技师娴熟的手法在做全身按摩一样。他看了看其他人，皆是面露苦涩，仿佛被压迫，有些还苦痛地发出猴子叫声。难道是因为我只是在第1阶？说着，迟淼直接一跳上了第4阶。好爽，更爽了！你收敛点啊！迟淼小妹，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别吓我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感觉全身都被人按摩着，连皮都展开了，特爽。爽？不是，他们爬了个假天梯吗？这才4阶不到，我已经感觉到灵魂被人压迫，全身疼痛了。难道天梯又出故障？严长老眼睛一转，喝多下去踩了一脚，默默把自己的大局缩了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转眼间，迟淼已经爬上了40层，按这个层数，他也应该疼得满头大汗才对，可他却一副乐在其中的表情。难道是阎罗恶咒？迟淼身上的恶咒不知存在了多少世，虽说令他世世废柴，不得长命，但同时也将他的灵魂淬炼得无比雄厚。他已经习以为常，难以感觉到那钻心蚀骨的疼痛。通天梯乃上古神物，登上天梯的那一刻，阎罗恶咒便被压住，铺上1000层也绝比不上阎罗恶咒的折磨。所以这一番下来，他才觉得浑身舒畅。还能这样吗？通俗点来说，就是他时时刻刻被人狠狠用棍棒抽打，今天突然换成了巴掌，相较之下不就是爽吗？他已经爬到170阶了。什么？金圣斐还情有可原，但迟淼为什么这么变态？他才练气刚前期吧，为什么感觉到现在还很轻松？这天赋真的是逆天，还没开始正式修炼就如此厉害，以后前途不可限量啊！金圣斐攀爬的速度越来越慢，到现在他每走一步都无比的煎熬，痛苦加倍。爬上去，我一定要爬上去，起码要爬到200层吧。若不能成为顶级天骄，未来便无法威慑他人，为家族坐镇。194、195，难道就止步于此了吗？金圣斐还能往上吗？能。你确定好了？现在每上去1层，对你的压迫都是致命的。但如果你想上去，我便拉着你。我能行，拉我上去，我一定要踏上200阶。196，这2傻玩意，这不是把命当儿戏吗？少年人的无所顾忌，可真是这世间最美好的时刻。这2人的天赋心性，未来要么中途夭折，要么成为一方巨佬。200，我成了。你淡定点。淡定？这让我怎么淡定？你走吧。他闭上眼，等了好一会，发现没人回应他，一看人早走了。虽然合情合理，但为什么这么绝情呢？这个时代还真是天骄频出啊！最重要的是迟淼，他到底能走到哪一层呢？金圣斐，你不是说我爬上300阶开始1阶1枚上品灵石吗？接下来你可看好了，一步，哎呀，我怎么就上300阶了？哎呀，我怎么又下来了？金圣斐，你不是说我年少轻狂，觉得我走不上300层吗？你看看，我上去了，我又下来了，上去了，下来了，上去了，下来了。迟淼，你有病啊！行了，你别再刺激我了，你赶紧上去，否则我便当众反悔，你1枚灵石都别想要。听到这话，迟淼那健步如飞的样子更气人了。天赋暂且不谈，但是你们真的确定这2人的心性，未来能成为一方巨佬？不知道这通天梯到底有多少层，最后迟淼站在了第500层上，全身开始渗血，还是有点痛啊。这是我的肉身被压迫了，灵魂并没有受到伤害，不会是这梯子嫌我爬得太多，不耐烦了吧？世间天骄无数，炼气者入通天梯，100层为优，200层为极，300层为绝，500层为巅峰。今有天骄与迟淼登500层，赐福。哇哦！赐福，登天梯竟然会有赐福，此事简直骇人听闻。不是，他又突破了，怎么他升级就跟喝水似的？这修真界的天要变了，此女绝非池中物。500层就能让我直接突破，那我要是再爬高一点，会不会有更多的赐福呢？到时候我直接筑基金丹期了吧？好，小梯子，看姐姐我不爬死你！操！哎。你这梯子有病是不是？长成楼梯的样子不就是让人爬的吗？给点赐福怎么了？那也是我靠自己的本事爬上去的，还要害我？没素质，小气鬼！这又是什么情况？为何他会说出一个滚字？可能应该是通天梯看他脸皮太厚，所以忍不住了吧？天梯赐福这件事会让他开始在整个修真界崭露头角。那我昨日特意为了隐藏他的天赋，说了根值89算什么呢？算你胡说八道。话说下1轮测试是剑种吧？对，不过宗主说那把剑好像苏醒了。你说的莫非是那把？对，看
开宗老祖之故有，在那个百花齐放的黄金年代中被称为剑主的那位，他的剑昨日醒了。神祖，这剑终于醒了。当年你为让此剑葬于剑中，不惜以千万灵剑的灵气滋养它，让我九剑山从第一宗沦落至此。这剑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醒了，是否意味着他的主人就要回来了？修真界成仙的道是否因此打开？千万灵剑之气只能存主它的主人，会是何等的风采！真想看到黄金时代重现的那一天啊！他轻轻擦拭此剑，就擦了一下，剑上的光便熄灭了。灭了？不是，你别搞我啊！这可是我们九剑山的前途，我们九剑山拿那么多灵剑灵气养你，你说灭就灭了？不是，剑老兄，你亮啊，你亮起来啊！完了，各位长老快来帮忙啊！瞧一瞧，看一看了，最新最全九剑山第3轮考核的攻略，只要1枚上品灵石便可得到，限量1份，先到先得。作为探魂的赔偿，老夫便把这福利送你了，顺便从池某身上薅点羊毛。这不符合逻辑呀！这小家伙不是挺爱占便宜的吗？这位姑娘，你等等。我怎么了？你刚刚没听见我喊什么？听见了。你听见了还无动于衷？这可是第3轮测试的攻略。老爷爷，您这样的我见多了，诈骗吗？骗不到我的。悄悄告诉你，咱俩是同行。小伙子，你忒嫩了，听姐姐我一句劝，行骗这行你脸皮薄的干不了，又想拉客又不好意思多吼2句。我骗你老母？你看我这行头，怎么会是诈骗呢？我可是九剑山的弟子。打住！你这套说辞，前2天我就用过了，我可是原创，不要剽窃好不好？今天这攻略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不是，惹到甄大佬了，怎么还强买强卖啊？算了，狗命要紧。大爷，不是我不要，我实在要不起。1枚上品灵石而已，金圣斐不是给你几百枚吗？他不是还没给吗？什么都没有，你逗我玩儿呢？你这几日的食宿不是很好吗？住宿是九剑山包的，食物是金圣斐管的，我1分没出，1分没有。你家里人呢？他们不给你吗？我从小便是孤儿，被抛弃在一个小村子里，哪来的家人？那你没有其他朋友吗？没有，他们说我是穷逼，不让跟我玩。后来我以捡垃圾为生，垃圾不让捡以后，我才开始骗人的。我怎么能去骗一个无父无母、无朋无友的可怜孩子呢？我真不是个东西。哎，看你可怜，这攻略送你了。这功法为玄天功，最适合你这炼气期的玄阶中品功法。此功法足以让你应付剑种危险。时间太紧张了，我且手把手教你，你能领悟多少，便看你自己的悟性如何了。不是，大爷，你是活菩萨啊！少废话，来吧。说罢，严哥便调动自身灵力，慢慢开始在池淼面前展示玄天功。虽说只是玄阶中品，可修炼难度极大，若修到第3层，堪比玄阶高品。记得如何了？我知道这很难，但你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我请教，我定之无不答。我学会了。我说我学会了。怎么可能？我就没见过有人看1遍就把玄天功就学会了。小孩子不要装逼哦。其实我感觉我好像不止学会了第2层。你说你不止第2层，难道你看了1遍就修炼到第3层了？那倒也没有这么夸张，大爷，我觉得你再给我演示1遍，我看仔细点，应该就学会第3层了。你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小娃娃吗？我不愿意，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了。你妈还活着呢，瞧我这贱嘴，主要我把你当凡人了，您看着不太年轻。天赋好，嘴还贱，真是世间少有的极品。终于又亮了，可再不敢熄灭了。这把剑以后就放这把，几百年了也没人能亵约它。真不敢想象这剑全盛时期该有多强啊！他挑选的主人又到底多厉害？不惑，你尝试这契约此剑。是。天生剑魂，天赋绝世，奈何不配本尊。就连无货都不行，还说天生剑魂都不配。这把剑挑选的主人到底是谁？又到底有多妖孽？你们最后的试炼就是在这剑种之内活过3天，并且取得一把属于自己的佩剑。剑种危机重重，生死各安天命，九剑山概不负责。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有问题。请问如果最后没有剑选我，可以强制爱吗？强制爱？怎么个强制爱？强行把他契约，并且带出剑种。我不知道，古往今来，从未有人如此做过。强行带出恐损伤灵魂，但小友若执意如此，我们也不阻拦。原来如此。如果没问题了，请各位进入剑种吧。3分钟后，我们会关闭入口，未进入者视为淘汰。话音刚落，众人冲入入口。这雷暴如此凶猛，若一直不停歇，谁敢出去？神啊，就算出去了，一碰见也会被瞬间劈死。我有办法。你说你有办法，说说看。这修真界的科技真是落后啊！同极相斥，异极相吸，是高处的正电荷在吸引闪电劈中。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可以制作一个避雷针。什么正电荷？什么负电荷？什么同极异极的避雷针又是什么？是什么法宝吗？这避雷针要怎么制作呢？
简单，整一个高一点的金属塔，金属是中性的，被劈之后通电与雷电互相吸引就成。哦，原来如此。可我们在这周围不是树就是土，再多点就是鬼魂合建，剑勉强算得上，可我们出都出不去，原材料凑不齐啊。你们不都是修士吗？是啊，但跟这有什么关系？既然各位都是修士，平时应该也会带一些法宝武器之类的吧？把法宝武器都融了，不就有金属来做避雷针了吗？原来你的注意打在这。不行，法宝和武器是我们的保命手段，是我们花了多少钱多少精力才搞到的，我绝对不容。既然是保命的，现在不就用上他们的时候了吗？要么我们再找3日一个都无法通过，然后各回各家各找个妈；要么有哪位勇士自告奋勇越过雷暴，以身试剑去找剑。这雷暴3日之内绝不会停歇。此人身上好一股凌厉的气势。前2轮的4连中，我好像并没有看到过此人。3日之内绝不会停歇。此人身上好一股凌厉的气势。前2轮的4连中，我好像并没有看到过此人。陆天罗勇那帅哥？陆什么？陆天罗勇啊！你认识？啊，我那会在修炼，正好碰到他在洗澡。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他身材真的很好哎，所以只好叫他罗勇哥。我叫无名，你们无需多管我是谁，只要搞明白我是来帮助你们的便是。好的，罗勇哥。不许叫这个绰号。好吧，罗勇，你听懂了没？阿巴阿巴。嘿嘿，我错了。如果你还不消气的话，可以给我起一个绰号叫回来，我都替你想好了，就叫绝世大美女，你觉得如何？切，你也配？别误会，我感觉他说的是你太小，配不上这个称号。没想到你看着挺老实一个人，说话攻击力这么强。确实，毕竟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要不把金圣斐做成避雷针吧？能不能避雷暂且不谈，把他劈死就行。无名师兄，你说这雷3日都不停，那么我们必须克服面前这雷暴不成？真的？唉，你叹什么气？派你来帮我们，却一点忙也帮不上，要你有何用？能砍死这丫头吗？各位看官老爷们，在线等，挺急的。不会我们坐在这里都要被劈吧？大哥，你别乌鸦嘴啊！我就说说而已，真劈啊！还好没劈到人。快闭嘴吧你！那雷要劈过来了，诸位防御。10秒，你确定你方才说的那什么避雷针会有用吗？不知道啊，我不确定。刚刚的雷各位也看见了，就算躲着也于事无补，倒不如信我一把。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你有几成把握？5成。就算避雷针做出来，也要有一个人将其放在远处才可以吸引雷电，这么危险，谁又肯去呢？我去呗，既然这个事是我提出来的，只要大家愿意赌我一把，其他危险我一人抗下。10秒其实是争强好胜的，因为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既然一无所有，死不死，活不活，那都无所谓。好，既然10秒小妹都这么说了，我金圣斐也没啥可怕的，不就是法宝和武器吗？我的全给你。我的也放在这儿，你先融金圣斐的，他家有钱，他不怕。不够了再加上我的。对，我的也放这儿，要是金圣斐的不够再用我们的。还有我的。还能这样？你们怎么这么奸诈啊？这一批弟子如果真的成功入门，那九剑山可得热闹了。九剑山最近几批弟子可从未有如此豁出去的念头与凝聚力。这些数量应该够了，能不能成就看我的了。这些都是炼制过的，灵气、普通火焰根本无法熔炼的，得找炼气炉才行。是吗？是啊，难道你从一开始就打算这么熔？不然呢？我们还以为你会炼气呢，有没有其他炼气师啊？大家都没筑基呢，哪来的灵力支撑炼气？完犊子了！不对，这温度只是星星之火，却能有如此之强的温度。说不准，还真可以。普通的火灵根修士肯定无法做到，但如果10秒不是火灵根，而是火灵根变异的阳灵根呢？如果10秒当真不借助炼气炉的力量直接熔炼灵气，那10有8九它就是传说中的阳灵根，也就是说无祸有可能不用死了。希望他能成吧。我靠，真能啊！阳灵根，它绝对是阳灵根，无祸有救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找到阳灵根的消息了。天才，绝世天才，未来10大宗门再也压制不了我九剑山了。你们谁倒是来接一下龙叶啊？别就我一个人干活，这玩意儿低下去了。我来接。没有特殊手段，你们想办法把这玩意儿塑形，做成高塔的模样。接下来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看你们的了。你放心，交给我们绝对没有问题。10秒，你能坚持吗？你不过是炼气期，灵力存量可经不起大的消耗。我能，不过各位如果有什么恢复灵气的灵丹妙药给我，那就更好了。肉疼啊！不仅给灵气，还要给丹药。你省着点吃。说着，大家把丹药凑成一座小山的模样，放在10秒身旁。10秒一抓就是一大把往嘴里塞。妈妈呀，这是丹药，你当糖豆子吃吗？慢点吃啊，暴殄天物。别胡叫，我不是你妈。这有什么办法呢？要不然你们来融。没事，您吃，你使劲吃。
妈妈呀，它真的好能吃，马上成了，剩一点丹药总行吧？反正都快吃完了，剩下的岂不是浪费了？抓塞抓塞，动作一气呵成，上一口的还没吞下去，就迎来下一口，丹药消耗的速度极快。姑奶奶，你别再吃了，留点吧。不行，他还在吃，快来人把他绑起来。什么？我那么辛苦劳累，在救你们的狗命，我吃点丹药怎么了？你们这群没良心的！不错，饱了，心情美美的。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绝望的。告诉我，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我是故意不小心的，毕竟大家的一片心意，不要浪费嘛。好一个故意不小心的，好一个不浪费，真是人生喂猪啊！胡说，喂猪过年还能吃回去，喂给我那是这辈子都吐不出来了。好贱，真的好贱啊！终于好了吗？接下来就是试试看它到底能不能起作用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一路走好。老天保佑，死道友不死贫道。这玩意几千斤重，我也拿不动啊。没关系，我这儿有个符，无论多重的东西，只要被贴上这玩意儿，就能轻巧如羽毛。你这道具还挺多啊。那可不，俗话说得好，功夫再高也怕菜刀。出门在外得多准备点，这样才能活得长久。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吧。妈妈咪呀，别劈我啊！在这里应该差不多了。山水姐一定要成啊！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你烧纸的。成功了，真成了！活着的感觉真好啊！你们看见迟苗跑远没有？我靠，不会被劈死了吧？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阳灵根，还没开始救我，自己先死了。没想到罗勇哥竟对迟淼如此上心，真是个知情种，一定担心坏了。完犊子了，这雷劈那么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迟淼肯定是死透了。迟淼是为了我们才牺牲的。迟淼小妹啊，你死得好惨，死得好惨啊！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会牢记于心。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记得给你烧纸的。你哪来的烧纸盆和纸钱？还有这唢呐声音怎么搞的？我家是豪门，豪门斗争阁3差5死人，哭葬这业务我熟悉，几乎随身携带这些装备。这唢呐好听吧？可是不是我吹的，我没有唢呐啊！等等，这唢呐声音好像是从避雷针底下传出来的。哭丧够了没？还不快来帮我！你们这帮没良心的！这迟淼竟然能硬抗这雷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运转的是玄元功的第3层吧？怎么可能？玄元功是玄阶中品功法，炼成都是以年为单位起步的。他才刚开始修炼，怎么可能就第3层了？除非这家伙有逆天的悟性。三水姐，你不会真的是大佬转世吧？马德，你们再不救我，我真要凉了！特么的，救了我再吹牛逼能死吗？对，再不救迟淼真要死了。我好像来感觉了。什么感觉？你要拉了吗？随地大小便不太好吧？这么多人看着呢。呸！渣男！只见迟淼席地而坐，调动全身气息，周围浓郁的火元素全都朝他涌入过来，一道气旋散开，力量灌入迟淼的全身。杜爱卿为何一语不发？难道我偌大的朝堂已无可用之官了吗？你这是又突破了，到炼气后期了。对啊，这雷还挺强的，给我劈升级了。你特么，你一轮试炼突破1级是吧？胡说，这才哪儿到哪？没准我这次试炼里能直接筑基呢。就不该救你，让雷劈死你得了。我通了。你要干什么傻大春？你别作死啊！被雷劈就能变强，我也要被雷劈，我也要。疯子，迟淼有玄元功第3层，可借雷电之力写雷电之力，才勉强能够抗住雷霆。你若去了，顶多变成炮灰。迟淼刚刚那唢呐声是你弄的吗？对啊，我想被壮一点嘛，结果你们直接给我哭丧了。我还烧纸了。现在雷霆已经被吸引，你们此刻可以前往剑中玄剑了。你不去，先等他们试试水，没事我再过去。倒不必如此谨慎。我操！你听，是不是不出意外就发生了？怎么会这样？是幽魂！原来这就是幽魂！迟淼，救命啊！你们别跑过来，这幽魂寻常手段难以对付，等我一会，我有办法搞定他们。那你快点，这玩意太恐怖了。你有办法对付幽魂，不到筑基很难扼杀幽魂的。我没有啊，骗他们的，不然他们都把幽魂引来我这儿了，我不白遭殃。你可真损！方才在洞里，雷霆力不实，剑种核心并没有那么多幽魂出现，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些幽魂害怕雷霆呢？是，幽魂的确惧怕雷霆，这种直击灵魂的伤害。但你们这批新生中并无任何雷灵根的弟子，怎么召唤雷霆呢？你该不会是想用避雷针眼雷击杀幽魂吧？有何不可？你虽有玄元功，但终究只是炼气后期的实力，撑不住太久的。若不解决这些幽魂，我们可没有选剑的机会。胡闹，简直胡闹！这简直是用自己的命在赌注。
恭喜宿主，在雷电的刺激下，触发了你那几品火灵根的隐藏特质，分裂出来一种全新属性的灵根——雷灵根。雷灵根已枯竭，暂时无法使用。想要激活，你得往里面灌输雷霆。多一个属性，那就是最关键时刻的底牌，就让这雷霆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来，有本事就杀了我，否则你们复活多少次，我都绝对把你们尽数斩灭。金兄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在这儿。直淼说他有办法，那他一定有办法，我们只要守住等他来就行。雷霆怎么又劈过来了？偏要玩我们不成？不对，那是迟淼，他只是要干什么？兄弟们，我特马来了！操，快跑啊！迟淼别追了，你不怕我们怕。直淼怎么比这些幽魂还可怕？不是在保命就是在逃命。什么时候练气息的修士这么脆皮了？不对，迟淼追的不是我们，是幽魂。我迟淼谈笑间，幽魂魂飞魄散。哇塞，女王你好痞！这死装的直淼这救场真是太给力了，说有办法还真有办法。何止给力，简直太拉风了！扛着避雷针，追着幽魂劈。是啊，周围还冒着激金光呢。金光？什么金光？这是功德。什么功德？功德不仅能保修士安全，还能护佑仙运，什么好处都能沾上一份。比起顶级灵宝，这都是不可求的珍贵之物。这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别跑，你们都别跑，乖乖让我劈，让我拿功德，就让功德来得更猛烈些吧。疯了，这只淼是真的疯了。这个世界好荒谬，突然就颠成了我不敢想象的样子，真是太残暴了。狗屎系统，我的雷灵根算是激活了吗？能用，肯定是能用了，但根值顶多60。好刺眼，怎么比金圣斐还刺眼？还有那么一点点神性是怎么回事？别说了，我腿软了，想下跪了。不一会儿，全场就只剩下鹦鹉货还站着，可他也快支撑不住了。这力量实在太诡异，太奇怪了。莫非这就是功德的力量？罗勇哥，你要不直接跪下吧，不丢人。这功德金光就当白白佛了。哎，这是突破筑基了。怎么这么丝滑就突破了？他本身就已半步筑基，方才他替迟淼说话，好像分到了一缕功德，直接突破了。还能这样玩吗？类似你信仰某位神仙，便会向他祈福，他也会回应你的祈福的。哦，懂了，迟淼直接功德成仙了。那倒不至于。罗勇哥，你跪吧，赶紧跪下，一起加入我们迟淼神教。哼，你们这些人能不能有点骨气？你们的脊梁是弯的吗？鹦鹉货还是没抗住，直接跪下了。迟淼神教的众人也分到了一杯羹，全都丝滑的升了一级。这就是迟淼神教的威力吗？真是恐怖如斯。嘿嘿，这么隆重吗？那我讲两句啊。众爱卿为何下跪？是太仰慕朕的英姿，所以才如此虔诚吗？尔等为何一语不发？实在孤立朕吗？是你背后的功德金光，能不能收一收？怎么收啊？我也不会。我也不会，你赶紧研究研究怎么收这玩意儿。不着急嘛，先委屈你们多跪跪，等我研究研究。我提醒你们一下，现在你们在剑主内已经度过2天了，1天的时间，如果选不到剑，后果自行承担。我这实力天赋，选剑不是轻轻松松，我一声令下，你看这些见不得全都乖乖听话。你狂了姐子！人为什么不狂？人就是要狂，年少轻狂。众人来到剑冢核心，这里各处插着无数把剑。罗勇哥，怎么感觉这里的剑都奄奄一息的？不是说好都是牛逼哄哄的灵剑吗？最近剑种出了一个小问题，不过问题不大，这些剑刃主后带出剑种就正常了。原来如此，退后，我要开始装杯了。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一呼百应，万剑齐鸣。剑来。这是什么情况？可能是这些剑耳背，没听到，我再试试。剑来，剑来。迟淼连着喊了好几声，剑冢内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会呢？不是说好的剑选人吗？我都开挂了，怎么会一把剑都不选我？可能他们觉得你更贱吧？或许你应该放下自己的身段，一个一个去问。那我去问问喽。去吧，孩子。你愿意成为我的配剑吗？好吧，你不愿意。迟淼连着问了好几把剑，一点效果也没有。家人们，这些剑不会全设置吧？一点反应都没有。虽说剑种内出来一些小问题，会压制剑的灵性，但基础的刃主并不会被影响到。我不信，金圣斐，你来试试。姐，我来试试到底什么个事儿？就是这把了，你愿意跟我一起吗？不错，这是一把前年之前大能的配剑，可斩一切，算是剑种中品阶最高的一把了。当然，这里的最高不包括那一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剑就不搭理我呢？不是剑坏了，那是什么道理啊？老六在修真界天赋异禀，通过层层考核，却没有一把剑愿意选的。不会我这惊世天赋会因为这一轮没有剑就入不了九剑山吧？那倒不会，以你的天赋，不参加这轮试炼也会被破格录取的。那不行，我不喜欢走后门，还是要选一把剑的。
剑种这么多年以后，在醉河心中存在着一把剑，名为悲泣。当年老祖的这位道友执此剑屠杀了半个修真界，令黄金时代落幕。人们都说他是魔头，死后永堕地狱。你知道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吗？上天了。换个说法，他归西了。他飞升了，是整个修真界唯一的一位飞升者。难道他就是流传至今的天悲圣人？应该说是仙人，但最近悲泣剑有了反应。所以你的意思是，可能这悲泣剑看上我了，他占有欲强，才不让其他剑选我的。你未免也太不要脸了吧！飞升者留下的佩剑何其珍贵，何其强大，你天赋再高，人家也不至于为了你去限制其他剑吧？切，走，带我去试试，是骡子是马，我去遛遛看。好吧。当迟淼走到悲泣剑跟前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悸，被勾起这辈子最痛苦的回忆。傻子，你看那傻子懵了，怎么样？粪不好吃吧？问你这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偷东西要砍手的，知不知道？我没偷，我看他不要了，丢在地上，我才捡起来吃的。我家少爷的东西丢了也是我家少爷的，就算喂狗也不会给你，滚远点吧。为什么？我只是想活下去，我只是想活下去啊！他又想起被好友背叛，替人承担偷东西的罪责，被打了50弹，最后丢在乱坟岗，差点死掉。世人皆薄凉，你又何尝清高？宿主，去完成你的任务，改变这一切。骗人，你又怎知你骗的人是不是人？真的可以改变这一切吗？我想活下去。该死！你怎么了？你看见了什么？你的表情有些吓人，你在流泪。可能眼睛里进沙子了。宿主，你刚刚被搜魂了，有东西在窥探你的记忆，真凶找到了，谁搜你的魂谁爆炸。啊！你一把破剑，既然敢让我回忆起这些不愉快的东西，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你可不要再做一些奇怪的事了。怎么会呢？我可是生长在阳光下的好女孩。给你一个跟着我的机会，你要不要？别不识抬举哈。你换个稍微有礼貌一点的说法可以吗？好歹也是飞升者留下的佩剑。礼貌？我给他脸了，不经过我同意就来搜我魂，技术还差，他有礼貌吗？装死是吧？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就你牛逼是吧？就你见识吧，就你沾了飞升者的光是吧？敢搜我魂，敢让我看那些晦气的东西，看我不弄死你！你契约不契约？给你脸，你要不要？迟淼一边骂一边对剑使用武力，这画面看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你疯了吗？这他妈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别拦着我，看我不把他给打服！好嘞，心累，以后这弟子跟着谁，谁可就有的辛苦了。不辛苦，命苦。谁说你了？他可不能跟着你，糟蹋了。什么意思？好歹我也是我们之中最强的一个，他凭什么不能跟着我？你脾气不好，容易把人叫歪。他还有歪的余地吧？别炸了，别炸了，再炸真的要坏掉了。我投降，我投降。之前不是这样的，之前很高冷的，早这样不就好了？不是我不想早点，而是搜魂师突然就被反噬了，意识溃散了一会，现在才回来。活该！你搜我魂，你到底想的是什么？我能感应到你与其他人的与众不同，你身上的气息很熟悉。我现在很微弱，需要一个强大的主人来滋养我，让我慢慢回到全盛时期。想要我契约你？是的，你来这的目的不也是为了我吗？屁！不信剑，真下头。难道不是为了我吗？我是没剑选了，才来找你的好吗？听听，这是人话吗？是我见明了一次，告诉他们你是我的，他们才不敢选你。我就知道，就是你害我那么丢脸，好尴尬。不，别打了，我错了，我真错了。你只要契约我，想装随时装，想帅随时帅。我一见明，万剑皆得听我号令。提出的条件很诱人，但我此前已经被伤透过一次，你要我契约你也行，你求我。你求我呀！你求我契约你！你脑子没问题吧？只可是悲泣剑，主人剑错了，求收养。迟淼再一次握住剑柄，在手中切开一个极小的口子，从中获取一滴鲜血。契约成。迟淼，你够了哈？怎么还搞？不是，我没有啊，这件是你吗？也不是我搞的。小心，有东西要出来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天了。飞升的秘密要揭开了，老夫渡劫期的强者怎能甘心就此落幕？我的时代还未结束，我要飞升，我要长生。蝼蚁，交出悲泣剑！蝼蚁，交出悲泣剑！你就这么滚着躲开了？不然呢？这又不是回合制，就算是回合制，还不允许我闪避啊！这人到底是谁？渡劫期看起来不像啊。渡劫期应当不假，看他应该是死亡许久，借助悲泣剑的封印，灵魂得以苟存。不愧是黄金时代的大能，死了上千年，紫禁制的压制下还能爆发出金丹期的力量，全盛时期该有多强啊！一次运气好，还能有第二次的运气吗？
蝼蚁，我给你一个主动献上背弃剑的机会，饶你不死。只要你交出背弃剑，我便赏赐你一门绝世功法，让你天下无敌。我不，那只是一把剑，命比一切都重要。它是一把剑，但它契约我的那一刻，它就属于我。任何人想把它从我身边抢走，都必须踏过我的尸体。连在现在，主人，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如此重情义。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重视剑了？我天生剑魂，世人皆说我是天生的剑修，而如今反倒不如迟淼看得通透。原来如此，我只有剑魂，已经没了剑心，我悟了。你给我争取5分钟的时间，5分钟我能干了他。行。主人，他怎么了？我不知道啊，我就随口说了一下我的态度，他就犯大病了，说什么悟了？可能他脑子进水了。蝼蚁，今天你的尸我摸定了。屁！想摸我的尸，惹我你算是踢到铁板了。你们到底有没有人理我啊？九剑山这么大的门派，现在修真界的小毛孩连基本礼貌都没有吗？你瞎逼逼什么？再逼逼把你灭了！想要剑，那就要看阁下有多少斤两了。狂骨，受死！快闪开迟淼！别管我，我自有办法阻止他。你们躲远点，别被误伤才是。你几斤几两我们不知道吗？你哪有这样的本事？你不信我？紧急关头你不要闹了好不好？唉，你不信我，你让我太失望了。你们都得死！马德，最讨厌装逼的人，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给我哭！一瞬间，背弃剑的光芒普照所有人，一股力量勾起了他们内心深处最悲伤的回忆。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妈妈！妈妈！我们要妈妈！果然有事都是喊妈。背弃剑第一魂技，最强控制技能，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哼，别喊我妈，没你们这些蠢儿子装逼的人，我一个就够了。迟淼这技能太龌龊了，见人配剑招。我错了，主人，我不该背叛您，我该死，我猪狗不如，求求你放过我，您放过我，我给你当狗都成，放过我吧。猪狗不如，求求你放过我，您放过我，我给你当狗都成，放过我吧。这可是渡劫期的大佬啊，被折腾成这样也太惨了。慢慢的，背弃剑的作用减弱，大佬恢复了神智，满脸仇恨地看向迟淼。你竟敢让我如此出丑，我要生扒了你的皮，让你万劫不复。你还不行，菜就多练。背弃剑原来是这么用的吗？应该不是，如果真这么诡异的话，肯定会有记载的。既然不是，那也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第一魂技，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好心凝聚，去死吧！难道只能用出那一招了？什么都没用，今天你必须死！朋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不，迟淼，自己人，别放大。这特么又是什么恶心人的招数？这是功德金光。功德金光，你这么无耻还能功德金光加身，天道不公吗？切，你这种开口闭口就是打打杀杀的原始人，又怎会明白呢？笑话，与你这种蝼蚁也称得上打打杀杀。嘿嘿，老东西，时代变了。我的强大岂能是你等小小可以理解的？你的天赋手段的确顶级，放在黄金时代也绝对是第一梯队。可惜今天你就要葬身于此了。最后一次，交不交出背弃剑？就算我交出剑，你也会杀死我吧？当然，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我从未见过修士对弱者怀有仁慈，对威胁更不手软，所以今日的结局只有一个：你死，我活。我死，你活，笑话！你以前驴技穷了，若真有雷霆手段，你也不用用这龌龊的技能了。去死吧！你说的对，我是黔驴技穷了，但是你已经错过了杀死我的最好时间了。这是太阴剑意，一剑寒霜14周。我尼玛！强的威力，太阴剑意最顶级的剑意之一，无名师兄，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九剑山圣子殷无惑？天呐，原来罗勇哥就是殷无惑，这可是九剑山圣子，当世天骄的领头羊之一，太阴剑殷无惑啊！起这个外号的人良心不会痛吗？谁鸟？你37度的肉体到底是怎么说出如此冰冷的话语？你们不是也叫得挺开心吗？谁鸟？你在摸尸吗？没有，我在给他补刀。哎呀，你也不要太在意了，胸大又不是什么坏事。南妈妈现在市场很好的。我谢谢你啊。心机不大，何以治人心？你是胸怀大志之人呐。各位，剑冢的出入口打开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剑冢入口处，所有走出的人都会被分到一块牌子，这牌子便是证明他们已经成功进入了九剑山，可以开始自由选山。宗主，各位长老，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少的是谁？直淼呢？直淼还没出来吗？
你这贱种怎么回事？我摸个试而已，你那么着急把我吐出来干什么？小气，还是我助攻杀的哎！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刚刚不是挺热闹的吗？你说你在摸尸，你又摸到了什么好东西？穷逼，啥也没有，还渡劫期，比我一练气期都穷。没其他事，就领手牌归队吧。其他事等会再说也不迟。哦，我叫秋派，日后就是各位的师兄了。接下来我将为各位讲解雪山的规矩，各位的所作所为都被各位长老记下。你们手持手牌，一个一个走上来。封主若有意留下，便会举牌，那么可以直接进此封。当然，若多位封主看上，可自选一封拜入。对了，今年弟子质量较高，各位看看手中的手牌，若手牌为白色，则为外门弟子；若手牌为蓝色，则为内门弟子。内门弟子，竟然有人直接入门就是内门弟子了。内门弟子的权限更高，能够学习到更多，资源也更好。谁是蓝色手牌？是这样的吗？是的，金师弟，你的天赋与表现，所有人有目共睹。年纪轻轻就已经筑基成功，你入内门无可厚非。锤淼，我出息了，你应该也是内门吧？你的表现可比我亮眼多了。我不是。怎么会？那帮老家伙可能给我发错了，我手中的令牌是红色的。红色。红色令牌又代表什么？没说啊。红色令牌代表的是长老亲传，是九剑山的核心弟子。九剑山的亲传弟子就5个，其中一个就是鹦鹉霍师兄。亲传弟子刚入门就这么高的起点，不会是真的搞错了吧？九真界这么多年都没有直接收为亲传弟子的先例啊！我去找宗主和长老确认一下。不必。宗主大人，10秒的亲传弟子身份是我与几位长老探讨许久后才决定的结果。宗主大人，此前并无任何宗门开创入门便是亲传的先例啊！万一这个消息放出去，被其他宗门注意到，只怕会有杀身之祸。既然没有先例，我们便开创先例又何妨？他的天赋与能力，各位有目共睹。如今功德加深，又拔出了悲气剑，未尝不能成为先例。前面的人一个接着一个选风，唯独没人选雷法风。严长老一副凶相，每次都亮灯，似乎是个人都要。奈何凶名在外，没有一个弟子选雷法风。我不入雷法风，其他封主没有看上我的，我退宗。气死老夫了！严长老好丢脸哦，雷法风真是一点逼格都没有，谁入这封谁丢人。雷伐风一直都是凶名在外，倒不是因为严长老实力弱，相反，他的实力甚至在宗主传上，只是他脾气太差。雷伐风条件和资源又不是很好，甚至还有一些传闻。什么传闻啊？不好说，在人家家里吃人家瓜不太好。反正别选雷伐风就对了，谁选后悔一辈子。我肯定不选，我要选一个逼格最高的风，我看玉清风就不错。下一位，金圣斐。我选玉清风，不错，玉清风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下一位，池淼。池淼这么强的灵魂力，不出意外炼丹炼气都很有天赋。好话先说前头哦，各位封主不要为了我大打出手，大家都是一个宗门的，以和为贵哦。各封主请选择。话音刚落，面前几位长老宗主都转过了身子，唯独严哥站了起来。各位封主是站累了吗？累了的话口头说也行啊，我不介意的，我是很随和的人。各位长老还是一动不动。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我可是开挂的女人，就雷伐风选择是怎么个事儿？你们都不抢我吗？我可不要进入雷伐风，这封主太丢人了。我都你老五。喂，理我一下，不说话什么意思？嘿嘿，别喊了，你喊破嗓子也没用，不会有人回应你的。破嗓子，理我一下。不行，不能打，马上就是自家弟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这就是给你的特别之处，你是我雷伐风早就内定好的亲传弟子。这可真是好特别啊！心疼池淼3秒钟。其他封主有没有要我的？不是亲传也行啊，外门也行。你们这有搞得我很怕啊！我池淼天赋绝世，悟性超然，功德加深，灭过渡劫期大佬，我罪不至死啊！各位封主，你们说句话啊！灭过渡劫期大佬，这话你还真敢说啊！其实雷伐风也挺好的，很多人对雷伐风有一些误会。那雷伐风的修炼环境有其他风好吗？就那样。行，环境不行，那雷伐风的教学质量好吗？咳嗽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这样很冒犯。也还是就那样吧。那资源呢？宝物呢？或者比起其他风有什么优势？你说的这些我们雷伐风统统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你们有什么？你来练，不就知道我们这儿有什么了吗？呵，池淼，你可相信我的？我也很想相信你们，可你们总得告诉我为什么，给我一点盼头啊！好，你要原因，我便告诉你。这些事情算是我们九剑山的一个秘密，所以会隔绝其他人。也请你在得知这些事情之后，能够替我们保守这个秘密。好。雷伐风在外人来看就是灭绝之地，任何天骄来到这里都会被逼疯，甚至离奇陨落。你的天赋很高，就连我们也无法预测你的未来。而雷伐风有一份机缘，是唯一能保你长命的机会。唯一保我长命的机会，我看上去很容易死吗？是，你很会作死。我可以知道我为什么不能长命吗？
当然，有些是你早知道些，对你也更好些。修真界数万年的记录里，唯有天卑仙人一位是证实了飞升成仙的。长生不死，这是多少人选择修仙的最终原因。有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长生之法，而你手中的悲泣剑是打开天卑仙人留下的洞府的钥匙。在所有人的眼中，只要能进入天卑洞府，得到传承，就能突破飞升之法。因此，你身上背负着无数人的虎视眈眈。哎，连九剑山也保不住我吗？九剑山算什么？世人眼中的10大宗门才哪儿到哪儿？世间强者若觊觎飞升之法，剿灭我宗轻而易举。若不是悲泣剑始终无法被带出剑中，九剑山早被灭宗了，根本无法留存到现在。好，合着这杯弃剑就是一块谁拿谁死的烫手山芋。我现在把这破剑扔了还来得及吗？主人不要扔掉我，不是说好不离不弃，怕过你的尸体才能夺走我吗？我生是你的剑剑，死也是你的剑剑。要不我现在自己把自己干了？没出息，这是什么心态？我这是未雨绸缪，万一有人抢剑看上我了，还要把我当做顶炉，我岂不是人财两空？我看你像个人才。哎呀，我知道我是人才，可这时候夸人家，怪害羞的。好想锤死他，实在很难忍住啊！除了这个因素以外，还有你自己的原因。死期将至。我怎么了？我很狗的好不好？只是偶尔一些作死行为，但也不至于死期将至吧？你每日必然会有几日头疼欲裂，我说的可对？我去，神医啊！不过这已经好多年了，我不也好好的吗？你的头疼不是病，不是病，那我懂了。懂了？你懂什么了你？每个月都有那么2天，还让我脾气烦躁，但又不是病，所以是大姨妈，对不对？我大姨你妈！严长老，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啊！你们又不来大姨妈，别酸！我酸你老母啊！你特么在胡说八道一个试试，我刮了你！你特么在胡说八道一个试试，我刮了你！算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现在道心不稳，很容易破碎。道心破碎，那么你连唯一的转机都没有了。问题出在我的灵魂，对吗？是，只有雷伐峰的那份机缘，可助你逆转死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不过让我入雷伐峰，我有3个条件，否则我宁可死也不去。你说？第一，如果其他峰有我需要的资源，需要分我一份。第二，如果其他峰有适合我的功法，我有知情权。第三，在我遇到瓶颈时，所有长老和宗主您都能为我提供帮助。我迟淼最懂分寸，我并非是要九剑山全力为我一人服务，我要的只是一个承诺，一个态度，一个九剑山能够真正成为我靠山的态度。我果然没看错，能被悲泣剑选中的人，又怎会是空有天赋却无半点野心之人呢？你的条件我允诺了。那么从今往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有趣的小姑娘，真是让人期待啊！从今往后，迟淼便是雷伐峰亲传弟子，地位斐然，全宗资源师资对其开放，望周知。迟淼，你竟然真的做到了，这可是各宗圣子圣女的待遇。迟淼，你可算飞上枝头变凤凰了，以后出息了，可千万别忘了我们一起同生共死过。放心吧，大伙，等我出息了，我肯定请大家吃席。我迟淼有的是良心和义气。你能不能乖乖闭嘴？你特么一开口，气质全崩了。其实我声音也挺好听的，你们不觉得我声音特别有磁性吗？迟淼一开口，老天都下头。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各班班主任陆续将孩子们带回。是，我就说我眼光不错，你与众不同。那必须的。金圣斐走了，磨叽什么呢？来了，那我走了，你照顾好自己。去呗。金圣斐离开，3步一回头看迟淼，看屁啊！快滚！好嘞，真是有病，被骂了才能舒坦。咱们要回雷伐峰吗？你这不废话吗？等你老半天了。我以为那鸟不拉屎的地方要给我安排其他住处呢。你再骂一句试试看，我把你打成屎，你信不信？不信，人怎么可能被打成屎呢？物种都变了。雷，这丫头嘴怎么能贱成这样呀？难怪没人来这破地方。这以后就是你住的地方了，喜欢吗？我现在后悔来得及吗？我现在后悔来得及吗？都应该来不及了。这屋子确实不太能住人，不过不打紧，你最近也不住这儿。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小惊喜。什么惊喜？那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史无前例还惊艳到死的好惊喜。是吗？那到底是什么呢？你先叫一声师傅，我再告诉你。师傅。这个惊喜就是……恭喜你入狱了。不是，谁家惊喜是送人进监狱啊？要不是他以前还没开始修仙的时候，隔3差5就会被送进大牢住2天，他真的要闹了。好在都习惯了。师傅，我能知道为什么把我关进监狱吗？当然，近日我宗弟子被恶意打晕，凶手疑似伪装成我宗弟子招摇撞骗，此举极大损害了我宗声誉。根据我宗律法，将犯人捉拿后关押3年，并施以思想教育。你怎么看呢？我亲爱的徒弟，
10秒虎躯一震，不自觉地移开了目光。这怎么像是我干的呢？我不服，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哼，请看留影记录，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师傅，你该不会就是那散财老登吧？我老登你母啊！你特么再起这种奇奇怪怪的外号试试，信不信我把你打成屎？不信，人怎么能被打成屎呢？物种都变了。现在你是初犯，从3年改成了7天，咱们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的，徒弟要开心哦，来笑一个。好的，师傅我走喽。操，你放我出去啊！老登，我拿真心陪你赌，结果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最后却输得一塌糊涂。恭喜宿主成功加入10大宗门之一，获得奖励炼气术入门。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成为亲传弟子，额外发放炼丹术入门与制服术入门，奖励会在下一集发放。新任务开启，装逼也是狗命的一部分。任务介绍：狗非狗，非常狗。适当的装逼可让自己活得更久。弱小的蝼蚁容易被人踩死。任务目标：在九剑山内打响名声，知名度达到人尽皆知。之后敬畏。任务奖励：开启商城系统。唉，我也很想装逼，奈何实力不允许。我在大牢装个屁！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区大佬，1回生2回熟，3回4回当家住，你都老顾客了，怕个鸡毛？对哦。老六穿越到修仙界，坑蒙拐骗10年，住监狱就跟回自己家一般。哼。等吧，我会让整个九剑山都为我颤抖的。这祖宗又在想什么惊天动地的作死方法？怎么样，安排好了吗？肯定的，我办事你放心。你这么说准没好事，我也就捉弄了他一下，把他关进了监狱。你就这么对待一个可怜无助的孤女？她本就无依无靠，缺乏安全感，如今你竟然把她亲手关进监狱，让她在监狱里孤单寂寞了。她才15岁啊，严哥，你可真不是东西啊！你们雷伐风的事你自己解决，我走了。希望他能抓住这次机会，那东西可不好惹。若因为你的不提醒让他出了事，你自己别后悔就行。我他妈竟然忽悠一个身世凄惨的小女孩，我真是个牲口啊！炼丹、炼气、制服我已吸收，现在我要炼气。真的假的？可是你没有材料啊！没材料，你小瞧谁呢？你哪来的储物戒指？我怎么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多着呢，学着点。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练避雷针剩下的吧？你不是全都用光了吗？嘿嘿，谁告诉你用完了？我只是觉得剩下的这些不好分配，只能由我替他们保存下来。至于什么时候还回去，那可就不知道了。你好无耻啊！好吵，杀了吧！金传弟子犯了什么错，竟然要被关在这里？可悲啊！严哥竟然又收徒了，他竟然还敢收徒！严哥徒弟的身份会让你死得更惨，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当年他将整个雷伐峰屠杀，让雷伐峰一个弟子都不留下，成了人人喊杀的大魔头。可惜世人杀不了他，连个炼气炉都没有，还想炼气，异想天开。这火焰是炼气期能用出来的。这是用已经炼制成功的灵气作为原材料，疯了吗？这不纯浪费吗？谁家的败家玩意这是？修真界最年轻的炼气师也是筑基期，一个炼气期就想炼气，待会炸了，甚至不用我出手就会死掉。缺个拔，造型也不太好看，再加点花纹。九剑山哪里找到的怪胎？灵魂力这么恐怖，哪有边弄边琢磨的？不都是先想好气配模样吗？看来严哥他们是故意把你带来给我的，就让我搜魂看看你到底有什么秘密吧。绿色的山坡上，一只粉色的吹风机猛地跳出。我是你爹，这是蠢猪乔治。男人傻眼了，这特么是啥玩意儿？接二连三的猪叫如同魔音，疯狂污染着男人的精神。好恐怖的精神世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他终于挣脱了那粉色吹风机的洗脑，来到了一处诡异可怕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他一个炼气期，到底是怎么回事？闯入这里！阎罗恶咒，竟然是阎罗恶咒！疯子，一群疯子，竟然敢培养阎罗恶咒的重咒者，难道就不怕变成下一个我吗？严哥、重帅，你们可真是好算计啊！想让我帮助这个孩子，痴心妄想！阎罗恶咒的重咒者，全都是短命鬼，他死期将至。我脑子好痒啊！刚刚因为太累了吗？不是，感觉是像要长脑子了。幸亏我没小脑，不然听你的话也得小脑萎缩。这是什么玩意？这个叫喇叭。喇叭有什么用？待会你就知道了。应该是整个九剑山都知道怎么用了。他真有那么牛，怎么到现在都没见过他的人？你们新生啊，就喜欢忽悠，还功德加身，忽悠鬼呢吧？就是10秒针那么厉害，早就被各凤带走，炫耀好几天，名震九剑山了。你们听到有什么声音吗？好像有人在哭。我好惨呐，我好冤呐。真有声音，这是鬼吗？
不会吧？咱们九剑山怎么会有鬼？不好说，九剑山还真有鬼，甚至那东西比鬼更可怕，而且就在雷发峰。我本是一代天骄，天资出众，悟性超然，从修炼到炼气后期只用了3天，甚至为宗门灭杀过渡劫七大佬，奈何被奸人所骗，关入雷伐峰监狱。峰主严哥用奇怪的语言侮辱、讥讽、威胁我好惨呐，好恨呐！严哥，你不要老脸，你虐待15岁的小女孩呢，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竟然对一个小女孩做出这些事情，你真是个牲口！我想过严长老凶狠无德，但我从未想过他竟然如此畜生。太可怕了，严长老，15岁的女孩都不放过，没准还男女通吃呢。徐淼，老六在修真界有多贱，公开污蔑自己的师傅，让其晚节不保，真可谓人至贱则无敌。冷静，冷静，严长老，你冷静。我怎么冷静？我再冷静，我脸还要不要了？他还是个孩子，他不懂事，你也跟着一起不懂事吗？你嚷嚷的怎么了？你要是现在过去，我们的计划可就全部前功尽弃了，三思而后行啊！哼，好，我也。一整天，整整的一整天，10秒那边都传来这死动静。一整天，他到底怎么做到的？我听得都累。严长老，你就不能过去安慰安慰人家，给人家道个歉吗？对啊，严长老抱抱他吧，感觉他要碎了。其实我感觉严长老也要碎了。你们修真界懂什么？我这是高科技，循环播放，我持秒谈笑间，九剑山叫苦连天。这丫头怎么有点贱贱的？哼，真想把她杀了，吵死了。你去吧，到时候别又跪又哭喊妈妈就好。切，我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会跪？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妈妈，这他妈又是怎么回事？10秒的手段极为抽象，他最强的从来就不是实力和天赋，而是出其不意就能让人自闭的恶心技能。金丹期以下全得老老实实又哭又跪，金丹期以上多少有点影响，就连几位实力极强的长老情绪也被整自闭了。严长老，要不你给他道个歉吧？我觉得这得磕一个，你再不做点什么，遭殃的就是全宗门了。这样下去，九剑山迟早得被你逼疯。什么叫被我逼疯？那会儿不是大伙全都一起合计的吗？现在回头道德绑架我，你们要不要脸呢？当时一定要让他去雷伐峰的是不是你？他现在是不是雷伐峰的弟子？骗他忽悠他也是我们让你做的吗？我能去干什么？我要现在过去，荣月那边会直接把他杀了怎么办？荣月是当年严哥唯一一位亲传弟子，更是修真界的一大罪人，只因荣月走错了一条路。荣月他真的能解决阎罗恶咒吗？他当年走的那条路与阎罗恶咒方面最有联系，若他都无法解决，那就回天乏术了。可他那性子，他会帮忙，只要关在他旁边的人都被他杀了，起码10秒关进去2天了还活着。若不是阎罗恶咒的存在，这丫头以后得多逆天，要疯死了。这功德金光照在他身上一点，他就更加痛苦一些。他尽可能缩在墙角，扭曲、猥琐、爬行，然而这光就追着他，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有病啊！信不信老子真杀了你？不等你身上的阎罗恶咒，自然弄死你了。不是吧？是看着我吗？一般人看不到我的。昨天不是也没看见我吗？不可能吧？你没事吧？没事的话，我请问一下，阎罗恶咒就是我灵魂中要我命的东西吗？你没事吧？没事的话，我请问一下，阎罗恶咒就是我灵魂中要我命的东西吗？你能看得见我？本来是看不见的，可我发现，当我亮出功德金光之后，我的隔壁居然还有一个邻居，我也很诧异。你的意思是你全都看到了？看到什么？你指的是你刚才扭曲、爬行、丑陋的样子吗？那确实，我全看到了哦。我的一世英名啊，我感觉自己真的要碎了。你放心吧，我这人嘴严得很，只要你老实回答我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你确定我知道些什么？当然，他们说雷伐峰有机缘，而你又很特殊，你还说我身上的阎罗恶咒会杀死我，而你就是他们口中的机缘。这丫头脑子这么好使，我记得九剑山自带降智气场，弟子智力都不高的。你很聪明，能猜出来这些，可那又怎么样？我不会帮你的。承认了，那就简单多了，不开口。姑奶奶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的，你真的不打算帮我吗？女人哥哥，撒娇在我这里没有用，我不是一个好忽悠的人。我不是要撒娇，我只是确认一下你会不会帮我。不会，绝对不会。唉，不帮我呀，那可真是可惜了。你要不帮我，我就把你爬行、丑陋、猥琐的一面放出去。要疯了！你特么竟然还录像！嘿嘿，感谢我家师傅严哥老友提供的留影石和作案手法了。怎么这么贱？你说要是整个九剑山的人都看到这个画面，会不会很精彩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这般杀人诛心的手段实在令人痛恨。而荣月最在乎的就是名声。我告诉你，你不要乱来！你若真敢这么做，我现在就剁了你！你来呗，你来我就把功德金光开最大，我看看你到底能不能剁了我。你很怕功德金光吧？我堂堂修真界大魔头，如今竟然会被一个女孩如此胁迫，你敢？看效果好不好？
要是放到外面，那可就天下皆知了。你在干什么？你快住手啊！怎么样，回心转意了吗？最毒妇人心，我先问你，你可知道我是谁？不认识。这丫头活到那么久，纯靠剑的惊天动地是吧？论资排辈，或许你该唤我一声师兄。我名荣月，乃九剑山刑罚长老严歌首徒，九剑山亲传弟子之一。不过那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你可知道他们为何要将你送到我这儿？不知道。假装知道会死吗？我早已被九剑山驱逐，算不得雷法峰的弟子了。而驱逐我的原因，就是他们送你来找我的原因，这跟我修炼的道有密切关系，这你总知道吧？不知道啊，你说说呗。你他妈还真是一问三不知啊！我知道，我还问你，我早自己解决了，你没事吧？你别说，你这话还挺有道理的，因为我是鬼修，算是你们口中邪修的一种吧？鬼修是什么？拿着鬼当武器锤人的吗？你他妈是猴子派来的逗比吗？连这都不知道，亏你能想得出来，你怎么不想是操控鬼吃人的呢？算了，鬼修就是舍弃自己的肉身，以孤魂野鬼之身修行，以夺生灵之心魂修行，修行速度极快，同时也能完成其他修士无法完成的事。鬼修最显著的能力便是灵魂力与诅咒能力，这就是他们将你放我这儿，便是为了让我帮你解决你灵魂中的阎罗恶咒，懂了吗？懂了，就是我灵魂里有十分冷门刁钻的坏东西，他们不了解，正好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学的冷门刁钻，然后专业对口，把我送你这里来试试看是吧？这天聊不下去了，你这些词处处阴阳怪气的，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是故意不小心的。人怎么能这么贱呢？好想锤死他！算了，你慢慢等死吧。老六生生世世被诅咒，不到15岁就嗝屁了，在修真界11年，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切，还吹自己是鬼修，也就那个鸟样吧，连个诅咒都解决不了。谁告诉你不能解决的？你过来，我告诉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你看嘛，你不听也得听。过来，我给你说。不听不听，王八念经。我往你老母。你骂我不听，你妈是个白骨精，白骨精黑爪子，拽掉你爸裤衩子。我要碎了，这他妈怎么这么贱啊！我说真的，我真全部告诉你。那你说修真人不骗修真人，骗人生仔没屁眼。好恶毒的诅咒！哼，不说去求。行，修真人不骗修真人，骗人生仔没屁眼，行了吧？你说吧。你不过来，我怎么说？那你说公主请靠近。有病吧？究竟谁求谁啊？公主请靠近。早这样不就得了？你奶奶的，这丫头怎么活到这么大的？这么贱的人真的不会胎死腹中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你跟严哥能成师徒，他那暴脾气没想杀了你吗？没有啊，他还给我当散财童子呢，啥功法啊秘籍啊都给我送。你快死了！还有多久？不出1个月，全身溃烂生疮，腐烂而亡。这咒何人何时种下，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无法查清。这咒一旦种下，会生生世世不得安宁，不得入仙途，更不得长命。15岁便会死掉。生生世世，我今年就是15岁，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才会下咒到这地步？你也别太纠结了，放宽心吧，能吃就吃点，喝点。要是让我知道是谁，他可得老遭罪了。据我所知，整个修真界都没有人有这种能力，就你这练气期的修为，找到了也是送人头，可怜啊可怜！纵使你这一世有不错的天赋，也难逃被这阎罗恶咒折磨的命运。阎罗恶咒我顶多只能压制几分，并不能根治。整个修真界能对此咒有办法的那人，便是此咒记录者天卑仙人。破此咒的方法有可能就在洞府之内，可问题是他的洞府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打不开。传闻悲器剑是打开洞府的唯一钥匙。你说的悲器剑是这把吗？这真的是悲器剑。看什么看？你妈妈没教过你不要盯着别人看，这很不礼貌吗？一阵剑鸣，荣月所有伤心事被勾了出来。我没错，我不想杀了他们，我只是想救。我一个化神期的鬼修，刚刚竟然被操控了心智，你特么还真把悲器剑拔了出来。是拔出来了。莫非你是天卑仙人转世？巧了，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被否决了。不是天卑仙人，那会是谁？我不记得主人到底是谁，但我很清楚不是前主人，他身上的气息是我前主人用尽一切力量却也只能触碰一缕的存在。我帮你破解阎罗恶咒的事情，我帮你。虽然目前无法直接让你解开，但让你多活1-2年却是绝对没问题的。当真？是，不过你要答应我，在未来的某一天你要帮我做一件事。你是在跟我做交易？是，这件事不需要你立马就兑现，当你能够兑现时，这件事对你来说或许无足轻重，只是举手之劳。成交。这是我当年意外得到的一本炼魂功法，具体品阶不知，但极为可怕。神魔破念观魔法没有具体层数，而是无时无刻用神魔压迫灵魂，令灵魂在不断压迫中破碎、重生又破碎。除了能够压制一切诅咒，还能极大速度地提升灵魂力。此话怎讲？对灵魂力要求极大，而且要过人的忍耐力，否则灵魂彻底破碎，变成废物傀儡。这门功法我尝试修炼过一次，奈何3次碾压我几乎要破碎。你决定了，半个月的寿命几乎没什么用。那你最好在这里开始尝试修炼，让我为你护法，否则你死了都没人知道。我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让我看看你这小怪物能不能成功自救。若能成，整个修真界未来将是你一人的天下。10秒，闭上眼睛，开始运转神魔破念观魔法。混沌无边的意识空间，神兵魔将推动着巨大的磨盘朝着迟淼追来。磨盘压过来后，龙都没法跑，一下就被碾碎了。
那种痛苦宛如万马分尸，使人从心灵到肉体都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可一睁眼，竟又是那磨盘。难怪说没几个人能练成这功法，在这个区域里周而复始的被碾碎，没几个人能撑住。不过你刚刚确实灵魂力一下就变强了不少，这么管用，那就压吧。被碾碎我也心甘情愿。真是好恐怖的毅力和灵魂力，只是练气期都能坚持那么久，难道我真的要见证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物诞生了吗？不知过了多久，池淼身上染上了一层神圣浅淡金色，令他诞生出来一点点神性。美人哥哥，你是吃屎了吗？你还活着？果然是吃屎了，嘴这么臭。我吃你老母！宰了你信不信啊？你已经修炼了足足半个月了，无论我怎么喊你，你都没有一丁点动静。我以为你死球了。对了，我想起来个事儿，本来我还要再修炼一会的，但突然我在我的识海里看见一个东西，你看看，就是这颗发着光的种子，这是什么？神核。荣月还没配到种子就消失了。喂，我只是让你看看，别动手动脚的。你他妈是不是人？怎么说得出这种话的？所以这究竟是什么？那是神核。传说筑基期之前，当某一天附要演到具备升仙能力时，生灵体内就会出现神核，而神核就能让人具备天道筑基的资格。什么天道筑基？传说天卑仙人就是天道筑基，一旦完成天道筑基，那么注定是同阶无敌，越阶能杀。具体有什么功效我也不知道了，但你一定要成功天道筑基，否则就是浪费神核。切，这就是你说的，我修完这套功法就会天下无敌？我特么只是说说，谁知道你来真的？嘿，破防了！谁来管他啊？这嘴怎么这么贱啊？在你修炼期间，严哥来过，让我把这个交给你，说有了这张令牌，以后你就拥有能在各峰横着走的权利。现在我不给你了，除非你给我道歉，不然天道筑基的方式也不告诉你。斯密马赛美人哥哥酱，瓦达西瓦给您磕头了。说着，池淼跪下，磕头如捣蒜。真的是一点逼脸也不要了吗？老六为了续命，在修炼炼魂功法的时候，得到了可天道筑基的神核。我已经被你折磨得够久了，我有一个好去处推荐给你，是时候让九剑山的那些弟子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大魔头了。玉清风、天流瀑布，所有弟子来天流瀑布都需要支付10点宗门贡献，10点贡献进入一次，而绝大部分人连半个小时都撑不过。女神师妹，请问你是要进入天流瀑布吗？呐。代班。前面的别排了，让我女神先进去，我给各位一人1点贡献值。不愧是陈行，内门弟子就是不一样，这个姑娘竟然这么舍得。女神，你快登记，你还有贡献吗？没有的话可以用我的，我是内门弟子，我贡献很多的。不必。对，就是这种高冷的，好想被女神用脚狠狠地踩在地下。你是新入门的弟子，内门还是外门？都不是。都不是，那你是什么？这是我的手牌。你这手牌还没激活？激活？手牌在使用前都要在各峰相关人士那儿激活，你不知道？我特么刚从大牢里放出来啊！你们谁此前见过他？能证明他是我宗弟子？如果不能，我会马上让人把他押进雷法峰的监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又要回监狱？等等，我能证明我的身份。长老，弟子见过太上长老，如有冒犯，还请长老恕罪。太上长老，我难怪之前都没见过，原来是太上长老。不对吧？太上长老怎么会这么年轻呢？哼，你懂个鸡毛！那种等级的大佬想要永葆青春还不简单，他身上的神性就是最好的证明。原来如此，你这么解释就合理了。这么说来，太上长老是打扮成弟子微服私访来的。合理个鬼啊！谁能解释过你们啊？一群活祖宗！弟子见过太上长老，若此前有冒犯，还请太上长老恕罪。累了，毁灭吧！现在我还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交贡献值吗？不用了，您请进。你不继续怀疑我的身份了？我不敢。见太上长老令，如今太上长老师傅也没那么废物嘛，还能把太上长老令给薅过来，你就不怕我这令牌是伪造的或者偷来的？不敢。太上长老令材质特殊，无法仿制。太上长老乃当世至强者之一，一念一动皆可搬山填海，谁能有通天之能偷走太上长老令？还请太上长老莫要继续打趣我知错了。我勒个豆，到底谁发明的太上长老令这玩意儿？简直爽炸了！装起来，装起来！我现在就是太上长老，年轻人做的不错。太上长老，您不责怪我质疑您。我是那般小气刻薄之人吗？你恪守己责，任劳任怨，如此心性乃我宗之栋梁。我若因此怪你，那只能说明我宗金玉其表，败絮其中。如此，我宗再也出不得一个可用之才了。长老伟大，太伟大了！我的女神竟然是太上长老，那不得上千岁了。好美好美好美，年龄不是问题，女大三抱金砖，这都大了上千岁，不得抱上1000块金砖嘛，直接就能位列仙班了。女神，就算您是太上长老，我也不会放弃对您的追求，我永远是您最忠实的舔狗。陈恒这是疯了吗？这可是太上长老啊！你可真是一点弯路也不想走啊！
太上长老女神，你要微服私访，进这天流瀑布，那么多年没来，您一定生疏了，请让我为您带路。这个世界是有什么疾病吗？那就麻烦你带路了。不麻烦，不麻烦。这儿就是黄极的瀑布，你要在这儿试试看吗？你们不知道主动汇报吗？等着太上长老一个一个问你们吗？代班。报告太上长老，我20分钟。报告太上长老，我30分钟。才这么短时间，不太行啊。太上长老，这时辰可都不算低了，他们都是新手，能在黄极瀑布待10分钟已经是极为不错的成绩，您可不能用您的标准衡量他们。不信你摸摸他们身上的肌肉，那肯定一个比一个好。啊，这是可以摸的吗？那是当然。我摸你，你可愿意？太上长老要摸直摸便是。好手，好手。我的意思是你练得不错，练得不错。太上长老，您会演石珠，那可是我们这最天才最厉害的，叫勤奋，是个可用之才。太上长老我懂了，别爱我，没结果。我不是那种会糟蹋宗门内纯情小男孩的那种登徒子。你的心意我收到了，其他不必多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让你为我指点修炼的事。我在这修行2年了，却顶多只能撑半个时辰，迟迟无法进入玄极瀑布。我是外门弟子，很难接触到各位长老。今日接触，还请长老为我指点1、2。靠，装过头了啊！这不是我说你，勤奋同学，你这也太勤奋了吧！修炼的事总不能给人家随便瞎指点吧？万一走火入魔，那可就麻烦大了。我已经许久未曾来这儿了，早已忘却天流瀑布的修炼窍门。不过今日你如此请求，那我便亲自为你寻找方法就是。老六明明是炼气期，却在宗门冒充长老，指导师兄弟刚进入瀑布，10秒整个人都快散架了。太上长老，您怎么是炼气期？你们多数人都在练气期，极少部分才刚筑基。我在压制自己的修为，方便更快寻找到最适合各位的方式。女神，你真的，我哭死！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善解人意、如此贴心、如此关爱我们的长老？这些人的脑子怎么那么会补脑？不用我忽悠，你们自己就能把自己忽悠全啊！10秒将原本外放用来抵御冲击力的灵力收敛大半，没了这种抵抗，自然灵力很快就通过水流进入池淼体内。原来如此。天流瀑布真正的妙用不是像普通的瀑布那样对抗，而是吸收它。如果是吸收的话，那我的按摩椅就有用了。10秒摸了摸储物戒指，面前猛地出现一张巨大的按摩椅，这是他根据前世记忆结合现在做出来的，靠吸收灵力控制力道，谁用谁享受。请叫我爱因斯坦。10秒。椅子，那椅子动了，好像是在按摩。不愧是太上长老，实力恐怖如斯。我们在天流瀑布中痛苦的要死，太上长老却在享受。我的演示你可看明白了？明白了，可我不解，不去对抗，怎么反而接受瀑布的冲洗？这样肉身怎么能得到锻炼呢？肤浅，这附近可有测试自己肉身力量的地方？有的，长老是要一展拳脚。呐。这就是黄极瀑布的肉身测试石碑，当你挥拳打出去的时候，石碑就会亮起相应的数字。目前黄极瀑布的这块石碑最高的记录是500，300可一拳砸死一只虎，500则能砸死一头熊。我的方法到底对肉身有没有成效，在这儿一试便知。太上长老，你要开始打了吗？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怎么了，太上长老，您没事吧？要命啊！痛！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一锤下去这么疼啊？我是那种很贱的人吗？都不提醒我。我原本想说的，可你让我退后。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很贱的人。你们看，数值出来了。3000，徒手一拳，竟打出3000的成绩，恐怖如斯。这个成绩勉勉强强吧。你们这么久以来无法在肉身上取得成功，就是使用天流瀑布的方式都做错了。努力很重要，和努力的方向更重要。不愧是太上长老，竟能想到这个办法。都是2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太上长老太伟大了，我好崇拜他。这一刻10秒高大了，背后还有神圣的光芒，一大批功德之光朝着池淼涌入。不是，这功德又来了。无惑师兄，天流瀑布出情况了。什么情况？太上长老去天流瀑布了，开发了一种全新的炼体方式，效率惊人。而且太上长老是炼气期，一拳就把你500的记录打破了，打出了3000的逆天数值。那太上长老一身火，隐隐约约有金光射出，美丽让人一眼难忘。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不会这太上长老身上还会发金光吧？哎，金师弟你也知道，那他会不会突然拿出一些奇怪的东西？还真有。世间没有神，除了太上长老，你就不怀疑他的身份？我是太上长老的狗，你再怀疑太上长老，小心我咬你！之前不是10点贡献就进入1次吗？现在怎么收20了？现在有太上长老坐镇，修炼效果更好，就提高了价格，多出的10点全部给太上长老的。乱了，
全乱了。这涨价了还这么多人买，好想把太上长老请回家里摆着。财神爷啊，这是请回去你给人当散财童子吗？怎么可能？我精得很，这辈子也就给迟淼当过散财童子，其他人想都别想。哪儿来的香甜味，真是好诱人。我也闻到了，这像奶又像茶，隐隐约约还有一些灵力。我才15岁，就有一种人生赢家的感觉了，真是罪孽深重啊！等等，那两人是我看错了吗？太上长老，那是无惑师兄和金师弟，这二位最近可是红人，也是我们一直向往的目标。小秦啊，你今天也辛苦了，咱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为什么啊？你别管那么多了，咱们赶紧走吧。那好吧。迟淼，原来他们说的太上长老就是你啊！完了，掉满了。太上长老，他们说的迟淼是你吗？听不见，听不见，我什么都听不见。你往哪儿跑呢？你好香啊！欺上瞒下，道德败坏，侮辱太上长老之名，还说出如此虎狼之词。迟淼，你好大的胆子！呸！鹦鹉货，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我哪里败坏太上长老的名声了？这不大家都开始崇拜太上长老了吗？哼！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你不能侮辱我的道德啊！就是，你怎么能污蔑一个他从未有过的东西呢？金圣斐，你这是帮我说话还是骂我呢？迟淼，是我想的那个迟淼吗？这太上长老怎么会是迟淼呢？迟淼那么贱，怎么会是真善美的代表啊？迟淼不是被关在雷伐峰监狱的吗？这怎么可能？对呀，如果他不是太上长老，怎么还一拳打出了3000的恐怖数值？因为迟淼是天才哦，天赋悟性凌驾于我与无惑师兄的绝世天才。如果你们也被雷劈几个时辰，没准也能打出不少来呢。金圣斐，你怎么大猪蹄子往外拐呢？不是说好咱们是队友吗？你不该替我隐瞒身份吗？只有这一次了，为了报复你当时欺骗我的感情。那您继续。前不久新生吹牛的，测试时爆炸，爬天梯500层后被赐符踹了下去，在剑冢炼制神器，引天雷灭鬼，而后拔出悲泣剑与大家联手灭了渡劫七大佬。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这些事情句句属实。全是真的，他真的是人吗？我要破防了，都是炼气期爬上来的，凭什么？你们别这样，这些事情就是很一般，很普通啊。做这些事情简直易如反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易如反掌。你再给我装！你打我！打你就打你，难道还要挑日子吗？我要告诉宗主，因无惑欺压老百姓，祸乱我宗，罪不容诛。不对呀，最该打迟淼的应该是我们啊！哥们，你别想了，你是想被他反杀吗？陈恒，你怎么了？这几个时辰的满心付出，终究是错付了。是你们要暴露我的，现在怎么办？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要不你给他磕个头吧？啊，太隆重了吧？谁让你罪孽深重？好吧，我先问问，你可恨我？呵，怎么能不恨呢？我可是付出了我的青春和金钱啊！那如果我道歉的话，你会好受一点吗？不会。如果你要报销那些开销的话，你就找金圣斐，我俩一伙的。如果你要青春的话，你长得挺一般的，青春对你来说不值一提啦。别说了，你管啊！怎么还破防了呢？实话都不愿意听，太脆弱了这孩子。你不哄哄他，还要讽刺他，好过分啊！怎么我安慰他一下，他还更伤心了呢？你管这叫安慰？难道不是吗？我告诉他，他不亏啊。我想明白了，即使你不是太上长老，你也永远是我的女神。我想问，我以后还能追你吗？挺豁达啊。那当然，我可是内门弟子。内门弟子都像你一样喜欢给人当舔狗吗？你别说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错了，我不该招惹你，我滚！老六冒充太上长老，把作为舔狗的师兄整破防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贱。三水，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出来的，又到底做了什么？我就被关了1周，又修炼了1周，现在刑满释放了，打算冲击筑基呢。坐牢都要这么卷的吗？你们要试试吗？我育有给的修炼法门，能极大的提升灵魂力。这修炼法门有些苛刻，你们直接探我魂就可以了。2个人一起吗？少废话，2个一起上。我们怕你难受。真是高看你自己了。行，你不信，待会你就知道了。很快，他们在迟淼的识海中看见诸天神魔推着巨大的磨盘滚来。这是什么东西？要嘎屁了！你们这就完事了？才3秒爱，还说怕我难受，一点感觉也没有好吗？你们真的进来了，2个没用的家伙！你在监狱就修炼这个啊？那你现在的境界是？就炼气后期呗，不过马上就筑基了。我的灵力和灵魂力都练得差不多了，就等我炼体这一边了。这是筑基期的力量，也就是说，只要你想筑基，随时都能筑基。史上最快从炼气到达筑基的记录也要半年吧？你前后加起来也就20多天，不怕天赋妖孽，就怕这种又妖孽又卷的。我从未听说过筑基跟炼体有所关系。你要筑的什么基？我筑的基是天底下最强的筑基，红阶无敌，越阶挑战，我要天道筑基。
我必须天道筑基，给我施咒的人最起码也是仙，我必须变得更强，一切为了狗命。太上长老令，你就是这么给权限的？这不是你答应的，啥资源都可以给迟淼。可我从未说过让你把师傅他老人家的太上长老令给交出去啊！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太上长老令被我给迟淼了。你可考虑过师傅他老人家能否接受？这可是丢人颜面、丢我宗颜面的事情。你说的丢人颜面，是将你们几辈子没开发出来的天流瀑布的正确用法开发出来，还是指它带动了整个宗门的修炼热情？师傅要是知道了，会把迟淼狠狠揍一顿的。他那小身板能抗揍吗？你与其胡思乱想那么多，不如想想这太上长老令是从何而来？莫非你去偷的太上长老令？我要是能偷，我早自己去当太上长老了。相信他，他就是这么敢做敢当的人。这个不会是太上长老自己决定的吧？不然呢？竟然真的是太上长老自己的决定？为什么啊？就算迟淼天赋绝世，拔出悲气剑，也不至于让太上长老如此这般。老头子的意思是要将迟淼培养成天下第一，让迟淼带领我九剑山回到天下第一宗。天下第一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万般因果，诸位同我一起前往天流瀑布一看，便能知晓。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啊？方才不还是好好的吗？感觉是有谁突破了，要引来雷劫似的。不会吧？雷劫的雷也没有如此规模的，而且要有雷劫，定然是金丹期甚至更往上才行。从金丹期晋升元婴之后，每个修士每次突破大阶段，都会引来针对性的天劫。你们看，宗主和长老们怎么都来了？无惑，圣妃，你们二人速速离开原地，给迟淼腾出位置。是迟淼，迟淼要突破了，可他是筑基啊，怎么会引来雷劫？我从未听说过突破筑基期时引出雷劫的。速速离开！若是被判定你们干扰迟淼突破，会被雷劫一起劈的。他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如今做出超出认知的突破也是理所当然，只怕他要筑的这基不简单呐。天道筑基，他说他要天道筑基，那可是传说中的筑基啊。无惑，圣妃，你二人速速驱离天流瀑布1000米内的弟子，不在这附近的也都召集过来。是，长老，迟淼他没事吧？他可是我严哥的弟子，我严哥非绝世天骄不殆，绝对不出现任何问题，我向你们保证。你怎能欺瞒他们？迟淼炼气的修为，这雷劫如此恐怖，他能度过雷劫的概率1/10都不到。若他陨落在雷劫中，你如何向他二人交代？他可是我的弟子，我说他没事，雷劫也奈何不了。我严哥再也不会让雷伐风任何一个弟子陨落，更不会让我自己的徒弟出现任何问题。今日这雷劫，他若抗不得，我便替他抗。杨哥字字诛心，诛的是自己的心。当年他的大弟子荣月误入歧途失控，一夜之间屠杀满山。如今他义无反顾，即使这雷劫会让他身死道消，他也会替迟淼抗下。你们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老登，你先前还把我关进监狱那么久，我才不要你帮我抗这雷劫，我自己扛得过去。毕竟我迟淼天赋绝世，悟性超然，功德无量，我还杀过渡劫期，我能怕这小小的雷劫？哼，雷劫，来吧，你特娘的有本事就劈死我！好痛！好麻！别，我错了，我就是口嗨，你让我休息半分钟。对了，师傅，刚刚我说的不用你帮忙抗是装逼用的，我要是撑不住，你一定要及时帮我抗伤害。这家伙怎么渡雷劫还不老实？他要是老实了才奇怪呢。这第一道雷劫就如此厉害，也不知道有几道了，必须撑住啊！第二道雷打下来，比第一道更强。迟淼操控悲气剑在空中悬浮，利用灵力抵消。抗过去了吗？这雷劫还在，积蓄能量。第4道开始，雷劫的强度在不断提升，预计有几道雷劫。老六在渡雷劫的时候还不老实，生死有关面前还在装逼。刚刚喊口号的时候，帅吗？后半部分认怂那段，麻烦好心人帮忙剪辑一下，让记忆金圣匪头上，他欠我老多零食了。我突然觉得天雷把他劈死其实是为民除害，话可不能乱说，赶紧呸呸呸！这丫头才练气期啊，怎么就第4道开始了？不会真要栽在这了吧？封顶9道，至于9道，只是传说，修真界从未有人做到过，无论境界还是力量。喂，特么的，这么晚是吧？第4道了。10秒抗住了第4道，嘴角挂着血，雷劫却没有丝毫散。紧接着第5道、第6道疯狂劈下，一道更比一道强。你奶奶的，特么没完没了了是吧？你有本事就劈死我，我看是你硬还是我硬。功德金光开。我们就过来围观吃个瓜，怎么还让我们跪呀？功德有抵御劫难的能力，他勉强扛过了第7道，
但雷云还在。八道雷劫，筑基期以来八道雷劫，是我疯了还是天道疯了？天道又要置我于死地吗？终于还是逃不过生生世世15岁必死的诅咒吗？第8道的雷劫几乎是第7道雷劫的5倍威力，他扛不住的。哼，第8道我替他扛。这是我自己的劫，我自己来抗，我要强，我要最强。记住，我叫迟淼，迟迟无阻，淼淼可归。我迟淼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丫头，迟淼，雷云还在酝酿。9道雷劫，修真界史无前例的第1次9道雷劫。臣闻，只有逆天之事才会引起第9道雷劫出现。迟淼，你到底做了什么？9道天雷，这世间竟真有9道天劫！你们九剑山到底培养了一个什么样的怪物？黄金时代又要重新开启了吗？若他能撑过这第9道天雷，开启的可不是黄金时代，而是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事情。没想到竟然会是一位练气期的小姑娘，她必须度过这第9道雷劫。迟淼的渡劫引来了修真界其他宗门的核心成员，所有人都不敢有任何的轻举妄动，更不会去打扰迟淼的进阶。只是每个人都各怀心事。九剑山竟招来如此怪物，他若成，修真界鸡犬升天；他若不成，修真界将少了一个恐怖的存在。你个豆腐的！竟然还真要劈死我！这第9道雷劫要是下来，我必死无疑。这是何物？我好冤呐！我本一代天骄，惊艳众人，奈何被严哥所骗，关入雷伐峰监狱，每天用奇怪的言语羞辱讥讽我，我好惨呐！严哥，你不要老脸！真过分啊，这老掉毛！他胡说八道！迟淼，你在搞什么？不信，打死都不信！不好意思，我放错了。这还能搞错？严重怀疑你是公报私仇，恶意当众败坏他的名声。各位，有恢复类、强身健体类的丹药，全部丢给我，让我吃。哪里？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必须度过第9道天劫，我听得一清二楚。如今是时候让你们做贡献了。我明确告诉的，以我现在的状态是无法抵抗这第9道雷劫的。你们想要得到天大的好处，就把宝贝全都砸给我。我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在座的所有人。听到迟淼的话，赢无惑、金圣斐、杨哥首先做出了表率。九剑山其他长老和弟子也相继将丹药丢给了迟淼，然而其他宗门的人员却都在犹豫。既想知道迟淼突破带来的福音，又不想为此付出。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机会可就只有这一次，若是错过了，可就没了。各位藏身于我九剑山那么久，即使不想吐出点什么，也得交租吧。如果师兄所言极是，否则我宗长老可能不大同意啊。这个时候都还想着坑点东西，迟淼就算了，你们俩什么时候也这么龌龊了？弟子们所言极是，各位今日若不交出些东西，恐怕说不过去啊！这可是千载难逢修真界的机会，是生是落，就看各位了。杀！你们就是明抢！哪有？大家都是为了修真界，这是造福众生，这是五品丹药成花弹，只要有一口气就不会死。好一个威逼利诱的计谋！九剑山何时如此无耻了？10秒拿到的东西一大堆，他只吃了一些保命和恢复类的丹药，其他的偷偷藏进了储物戒指。终于要来了，这第9道雷比第8道还强了10倍。这世间真的有人能抗下这道雷吗？阿弥个豆腐！退后，全都退后！这哪是第8道雷的10倍，而是100倍威力。嘿嘿，我迟淼谈笑间，9道雷劫不过如此。那他是什么法器？竟能引开雷劫？引开就算了，他站在那儿，雷劫精华却垂直落入他的体内。世间竟有如此规避雷劫而不错过雷劫精华的妙法！你九剑山这些年可是藏了些好东西啊！一个豆腐！这东西跟我们九剑山无关，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你九剑山平时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一整就整大的是吧？鬼才信你的话，你个老掉毛！对，我九剑山庄的。看来这雷劫也算过去了吧？不对，越强大的雷劫，灵性也就越高。这么久都没结束，雷劫知道了迟淼用这种方式规避。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渡劫者，你竟以如此卑劣的手段避开雷劫，天道不允！还。那是仙音传话了，要罚迟淼。聚集会审，运功天罚又如何？伤不得我徒弟，不过如此，愣着干什么？要我死吧？运功没关系，一道天罚只会令一人陨落。我说过，我不会再让我的徒弟死掉。他卸下名利，要以凡人之躯去抗下雷道，那结局必死无疑。
那磨盘是什么？竟然将神罚磨灭！黄金雨，这是黄金雨，天道赐福，弟弟万物生。妙华出渡劫者，9道筑基雷劫已过，恭贺渡劫者，天道筑基，恭贺渡劫者，天道筑基，恭贺渡劫者，天道筑基。哈哈哈哈哈哈！我就知道，我严哥的弟子乃绝世天才。迟淼好像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迟淼没醒？不对啊，渡劫之后突破会直接回到全盛状态。迟淼会不会再装？等你靠近突然站起来，别装了，我的牛逼徒弟，醒醒，轮到你装逼了，还装呢？你再装我要删你了，我可是会公报私仇的，你造谣我。真的啊？怎么感觉不是为了唤醒迟淼，而是因为有什么私仇？你别吓我啊！你打我啊！你醒来打我，我打你，你快报仇啊！你这丫头不是最记仇的吗？不对，迟淼他没呼吸了。怎么办？我们家迟淼好像真的死了。就因为修真界的一人被传说中的9道天雷和天罚劈得没有了呼吸，被一股神秘力量带到了混沌之中。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名声响彻妙华州，成功开启商城系统，并获得基础积分。现发布新的任务，养成也是狗命的一部分。任务目标：培养5位根值超过95的天骄。任务奖励1万商城积分，随机特殊技能。你要我教他们做事？不然呢？难不成以后遇到要灭你的大佬，你要自己干？切，根值95，你说的轻松。修真界有几个根值95的啊？就连天才鹦鹉货根值也才94，差了一点。大人，世道变了，你扛过9道雷劫，天道赐福整个修真界，让他们整体上了一个档次。这是哪里？不知道。你当时扛过9道雷劫和天罚，快断气的时候，突然一股力量把你护住，带到了这里。所以我死没死？没死，你哪那么容易死？看来我狗命挺厉害的嘛，能让你这么放心？不，祸害1000年，见成你这样的不多，起码活万年吧。要怎么个应一下这个狗系统呢？那个，你要不要瞅瞅我的商城系统？商城里面的小猫咪会后空翻哟。是吗？我瞅瞅。哇，这么炫酷的吗？强不强？想不想要？想。你都买不起，只要加油做任务，狗到地老天荒，这些都是你的哦。啾咪，呵呵，啾咪，啾你爹。你骂我，我还想扇你呢。摩西摩西，哦，还有学长，桥豆麻袋。听不懂鸟语，看来是同胞。是你保护了我，把我带到这里来的吗？你是谁？你可以猜猜看，直说的话似乎有些无趣。你是太上长老？你是怎么一眼看出的？我师父化神境的修为尚且不能替我度过那雷劫，也就是说，帮我的人修为起码会超过我师父。论实力，也就那些隐世不出的大佬才能做到。论立场，帮我活下来的自然不是我的敌人。传闻我师父是太上长老的弟子，我又拿了太上长老令，我这徒孙有事，他老人家来帮我才是最大的可能性。难怪大家都稀罕你，你这小脑袋瓜可比九剑山其他人加起来都聪明。我九剑山终于出了个脑子好使的，这么好的女孩哪里见了？外面的人就爱造谣。哎呀，你这么夸我不太好，毕竟他们加起来都不一定有脑子这玩意儿呢。确实有点贱兮兮的。不过师爷，无论如何还是谢谢你，保我一命。保重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我自己？是那磨盘。若无那磨盘抹去神罚，莫说是我，就连真正的神仙也救不了你。可那不是一门炼魂功法吗？那是一门什么样的功法？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不是吗？那功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会有神魔推着磨盘？什么来头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那功法与天卑仙人有些因缘。此功法一旦练成，将拥有一定规则的力量。天道制定规则，天道以规则饲养全生灵。天道之下，规则至上，任何人迈出规则，必遭天罚。而你修炼的神魔破念关魔法，它可能是能够架空天道的力量。架空天道的力量，若能架空天道，也就意味着我可以逆天改命。这功法是天卑仙人研究出来的？不是，他都无法修炼。此功法的修炼者必受生与死的反复折磨，任何人都无法承受这种折磨，但你能。你身上的阎罗恶咒早已让你习惯了这种痛苦。换而言之，这功法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我那么牛逼吗？你的路仿佛有人在秘密之中操纵着。此话又怎么说？是你的筑基，天道筑基。你自己看看这筑基。筑基也就是给自己丹田处打造出一方根基，而这根基未来便是容纳灵力、金丹、元婴的地方。而迟淼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根基的力，周围只觉得像个黑洞，源源不断。太上长老，我的币好像死了。不必寻找，天道筑基本身就不存在币，根基决定着未来修炼者的路能走多远。现在的极限又在哪里？也就是说，天道筑基的容纳是无穷无尽的，天赋也是。天道筑基的未来
打破了生物极限。可既然天道筑基那么厉害，为何你又说是最大的骗局呢？一杯水有壁才能装满，否则就会泄漏。杯满了才知道这是需要突破了，若无壁，何来突破一说？您的意思是天道筑基无法突破？怎么可能呢？若天道筑基无法突破，那我岂不是终身只能筑基期？什么金丹、元婴、成仙，统统与我无关。凭什么啊？凭天道不公。天道不公？天道，天之道，是有灵识的，任何有灵识的生物都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这骗局则就是为了掌控所有人，任何过分强大的力量都是足以毁灭生存的威胁。天道便是要除去这些威胁。可天杯仙人不是传闻就是天道筑基吗？他又怎能成仙？传闻终究是传闻，天杯仙人因为天道筑基，他做不到，他体内没有诞生出神河。我想活下去，难道就这么难吗？淼淼呀，别灰心呀，天道不公，你逆了这天不就得了？逆天？当然，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比天杯仙人厉害的多了去了。世界上任何一条路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走不通的路就用拳头来打开，开辟一条只属于你自己的路。只属于我自己的路。一时间，他猛地坐了下来，闭上眼，重新感受着自己这肉身。竟然顿悟了，不愧是我看中的孩子啊！你的路注定不平凡。10秒再次睁开眼时，时间已经过去了7天。我找到了，属于我的道，天道筑基，无边无垠。那我就自己造个边。看来你的收获颇多，多谢太上长老指点。我哪儿有指点，这都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道。若无太上长老指点，恐怕我只会被困在心魔之中。呵，真是一个好苗子，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出去了。再不出去，可就永远出不去了。这不是你的识海吗？等你出去就明白了。哦。对了，临走前我给了你一份小小的礼物。小礼物？话音刚落，10秒就被迫退出了太上长老的识海。老六在知道了天道是最大的骗局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决定走不开的路就用拳头来打开。哟，谁这么贴心，还给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这就是太上长老送我的礼物吗？对哦，这东西可不简单，品阶堪比天阶哦。天阶法器，这玩意这么稀有，太上长老说送就送了？不会出错的，这东西进可攻，退可保命，平时挂在身上还能吸引灵力，净化灵力，算是宝贝中的疙瘩了。那你太上长老还真是喜欢你啊！嘿嘿，太上长老真大方，跟我师父就是不一样。你难道不觉得你现在身处的这个房间很奇怪吗？奇怪？没有啊，怎么奇怪了？你看，有火盆，有烧纸钱，有贡品，还插着香，四周贴满了符咒。这是死人了？谁死了啊？不会是我师父吧？我拜师都还没几个月啊，这就要吃上席了。我师父的尸体呢？难道已经下葬了？师父为我抗下天罚，我竟然没来得及见师父最后一面，我真不是个东西啊！我九剑山的家人，你死得好惨呢！都怪我，师父，如果不是我的话，您才不会就此陨落。还好我赶上师父的头七了，我会为您好好守灵的。宦官，虽说我们认识不久，但我一直把你当我在九剑山最好的家人，如今你却如此狠心把我抛下，你真是好狠的心！我这人除了钱也没有其他的了，感谢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感谢今天是你的头七，希望你在底下能过得好好的，你可不要到时候遇见了阎王还没个正形。好感动，虽然不知道金圣斐啥时候跟师父关系这么好了，可就冲这眼泪也算是真男人，有情有义。我承认你天资无双，也承认你为整个修真界做出的贡献。我应无惑以个人的名义替整个修真界以血谢恩，大恩大德。你若能活下来，未来都是你的。没想到我师父竟如此伟大，曾经还造福了整个修真界。唉，他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把他的遗体搬进棺材，待会儿就可以下葬了。是。不是我自己的师父，我还没发言呢。难道撞鬼了？师父呢？是我害了你啊！如果不是我，你一定能活许久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害了你。姬生，我这条命是您替我捡回来的，是我让您生死道消的，我这辈子也偿还不清了。逢年过节，我一定给你烧最多的纸。下辈子我们还做师徒啊！老登您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我给您磕头了。这样的话让人一个都做不出来，他们只觉得头皮发麻，背后一阵阴凉。不好了，他的遗体不见了。鬼啊！这是我的葬礼。你往后看看那棺材上的。
不是，这我棺材啊，我死囚了。真的？那现在站在这里的我是谁？可能是鬼吧。好吧，那我进去躺会儿。太尴尬了，我特么不活了，这么丢人的事情竟然是我干出来的。10秒，你别想不开啊！我师傅呢？你们没给我师傅办葬礼吗？我们不给活人办葬礼，不道德。你都7天没有气了，谁知道你还活着啊？金圣斐将迟淼渡劫的大众视角说了出来。原来如此，你们有心了。看到我活着，你们难道不给我一个拥抱吗？嘿嘿，活着就好。对了，有席吃吗？那是你自己的席。有席吃，不吃白不吃。吃谁的席不是吃啊？哦，迟淼可真难杀，这都断气7天了，还能活过来，还能在自己席上大吃大喝。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这种人。我看蟑螂遇到迟淼也得甘拜下风，这都不只是难杀的程度了。怎么只有弟子，一位长老都没有？我人缘不至于差成这样吧？他了，正在紧急召开10大宗门内部会议，这事儿还跟你有些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9道雷劫突破，天道赐福妙华珠，整个修真界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他们正在谋划开启天碑洞府。北气剑早就被拔出，你九剑山还要瞒到多久？难不成你九剑山想独吞天碑洞府？我九剑山乃天下第一剑宗，名副其实的名门正派，自然不会反悔。哼，若非天碑洞府，你九剑山早该挤出10大宗门之列了，还天下第一剑宗。那没办法，一日是天下第一剑宗，一辈子都是，不是某些小门派能碰瓷的。切！阿弥陀佛，今日会议是为天碑洞府，其他琐事诸位不用再提。如今悲气剑已认主，正逢9道雷劫，茂华州升格，确实是开启天碑洞府的最佳时刻。九剑山的各位施主，意下如何？虎宁大师，不是我九剑山不想开启天碑洞府，而是悲气剑的主人便是那引起9道雷劫的迟淼，而迟淼不幸丧生于雷劫之中啊！今日便是他的头七啊！气剑的主人死了，你九剑山在这糊弄鬼呢！我看你们就是想霸占天碑洞府里的秘宝。哪个老邓这么吵？光听声音就想吐。这声音明显就是迟淼啊！可这个时间不是已经下葬了吗？功德金光，如此稚嫩的年纪，竟有这般雄厚的功德，小有不凡呢。阿弥陀佛！九剑山的弟子就这素质，天下第一宗就这。这老邓看着不像好东西啊！你说对了，我没有素质，所以呢，你要杀我吗，老邓？你大胆！这是10大宗门的会议，也轮不到你一个九剑山的小辈说话。报上你的名字，我今天就替九剑山处理了你。你真想知道我的名字？少废话，速速报名，今日无人能保得住你。切！那你听好了，我叫你爸爸。爸爸？哪个？哎，叫的可真好听啊！这剑嗖嗖的味儿太正了，绝对是迟淼本尊，其他人见不成这样。一介小辈对本尊出言不逊，信不信本尊马上杀了你？你敢？这是我九剑山的弟子，即便是我九剑山管教不当，也轮不到你天剑宗插手。你若动他分毫，我今日就上你天剑宗，如今你宗内门亲传。哎呀，你们那么慌干什么？他想杀我就让他杀呗，等他知道我是谁，他杀了我，也就自然成了整个修真界的罪人，全修真界都赶着追杀他。你休得逞口舌之力，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报上名来，否则我必有一日追杀你到天涯海角。就怕说大话的是你，老邓，可笑至极。那你可记好了，我叫迟淼，迟淼的迟，迟淼的淼。迟淼，为气剑的主人，那个练气期突破筑基期便引出9道雷劫的人。迟淼已死于雷劫，今日便是他的头七，你冒充他，蠢货行为，没脑子。你说什么？我说你没脑子啊，听见了吗？你个老邓，来让你看看。本棺材名为永葆青春冰晶棺，由我江陵金氏的少爷金圣斐独家冠名赞助。你们看这大小，我们采用了极致的空间锻造手法，不仅能把您安葬，还能顺带把您老婆儿子一起陪葬。要是感觉寂寞了，把你全家放进来也不是不可以。为保证质量，我们专门请来了九剑山圣子鹦鹉惑作为代表。来，吾惑师兄说一句。他们说的对。你这也太敷衍了，能不能对顾客热情点？咱们的回本啊，那老邓肯定用得上，正是忽悠的好时候啊！不好意思，这段是个小插曲。言归正传，永葆青春冰晶棺原价888上品零食，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88。心动不如行动，手慢则无啊！吃自己的戏，卖自己的棺材，难道他们真的是天才？来搬！各位还在观望什么？那个天剑宗宗主，你有兴趣吗？我感觉你很需要啊。你的身份能为你抵打一时，我就不信能为你抵打一世。嘿嘿，我若死了，这成仙之法你们也基本上不可能等到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威胁我，不用等你威胁，我现在就死。
别冲动，迟淼失职，你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哎呀，迟淼失职，你跟他一老登来什么气？他什么都不懂。宝贝，我们乖，我们放下，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九剑山的，你们劝劝自家弟子啊！哼，谁来劝我都不好使。他如我九剑山在前，还不许我惹回去，这是什么道理？等我开启天杯洞府，没了那个价值，他必杀我。想让我现在把剑放下，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啊？失职？他天剑宗宗主为人小，必须在此当着修真界道友，向天道起誓，今生今世伤害我不得。真是好聪明的孩子。为人宗主，发誓吧，你不亏的。对啊，说的跟你没这个誓言就感动我似的。我真正要的不是一个誓言，是一个态度。好好好，要我发誓不杀你，我便给你这个大人一次面子。我不杀你，我的弟子们也是可以的。我为人小。慢着，有病吧？你们这师徒俩闹呢，完了。哼，你闭嘴！我跟我徒弟说话，哪儿有你这脑残东西说话的份？徒弟，他这人可不是什么有道德的好东西，比你都缺德，没准回头就喊他的弟子，找个时间来杀你。我给你一个建议哈，你说，你让他发誓，他天剑宗内任何人都不得伤你，否则修为散尽，当场暴毙。你莫要血口喷人！你急什么？听人把话说完是最基本的礼貌。你这老登怎么总爱打断别人？难不成你跟我一样都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孤儿？对，你一口一个老登，一口一个美马，到底是谁没礼貌啊？放心吧，师傅，没这个必要。他没脑子都能想到的事儿，我岂能想不到？我迟淼惹事，但绝不怕事。我话就撂这儿了。我接受天剑宗任何弟子随时对我发起挑战，既分高低，也决生死。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我倒要看看他天剑宗弟子够不够我杀。迟淼早就想到，他今天站在这儿就代表九剑山的立场，他就绝不能向天剑宗低头。好气魄，好胆识，好自信。这是我金佛寺的金令，识此令牌者便是我金佛寺的贵客。若你遇到性命危机，捏破金令，我金佛寺戒律堂第一个出马替你摆平一次。天下第一宗的金令，这可是稀罕物，整个妙华州持有金令的不超过5个人。普谢长老，你这是公然为难我！哼，迟淼小友身负大功德，又是我修真界的大恩人，我金佛寺随时欢迎小友。朋友就朋友哈，若是抢我徒弟，我也把你们金佛寺的弟子全都杀了。你不配。谢过普谢长老，谢过金佛寺。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为人宗主。今天这事你发也得发，不发也得发。我也没说不发，刚刚不是被严哥打断了吗？你还甩锅？我为人小，对天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会伤迟淼分毫。若违背誓言，吕不得好死。身消道允，你们满意了吧？现在都满意了吧？怎么还急眼了？整得跟破防了似的。谁破防了？我没破防。怎么吐血了？不会被我气着了吧？十有八九，你真是罪孽深重啊！今日我宗受尽屈辱，各位也不待见我宗，告辞了。你真是个人才，是吧？我也这么觉得。淼淼啊，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复活的，但你这作死能力可真是让人担忧。恐怕天剑宗会在十宗集训上对你动手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斩尽杀绝。打打杀杀不好，你是大功德之人，应感化为主。懂了，要把他们折磨得生不如死，哭天喊地，无奈之下对我委曲求全。我再大发慈悲，让他们感动到死，化为我狗。原来感化是这么解释的吗？老六在自己头七的葬礼上出尽了风头，却告诉师兄弟们自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不过这天剑宗宗主气量可真小，说他2句就急眼，那不过就吐血。气量小的人才会被气得吐血。我们没说你啊，你吐什么血？不是，这刚吃上迟淼的席，下一个就是你啊！猪队友，特么的，还看，救命啊！好笨，我就是死了7天也没这么冰啊！有没有一休？一休快过来！我是一休。这难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能治吗？我不清楚，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那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啊，这可是九剑山的圣子，不是吗？要是出了问题的话，出了问题也是他命有此劫，怪不得你，有尽力就好。好吧。在一休的治疗下，鹰无惑的脸色慢慢正常了。可下一秒，术法被神秘力量阻拦，鹰无惑又死一般寂静。怎么又死了？我不知道啊，还要继续吗？继续，加大功率，我们相信你。对，我一定可以的。等着，他心脏怎么不跳啊？我不知道啊，他这是死球了，没救了吗？有心脉复苏的术法吗？心脉复苏是什么？我也不是很懂，但大概就是用一定强度的电流刺激心脉啊。还有这种方式，听起来不靠谱啊！心脏本就不跳了，再电一下，没准真要死啊！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不是雷灵根。没事，我来，我有。你来，
你哪儿来的雷灵根？被雷电劈久了就有了。不是阿姐，你怎么真有雷灵根啊？你不是说好的变异火灵根吗？大忽悠！别避避，我酝酿一下。第一次做这个，我有点紧张，要是控制不好力道，会不会很疼？这人没死都得被雷劈死吧？什么仇什么怨啊！10秒竟然要把无货师兄反复鞭尸。有心跳了，你这雷电劈下来真有用。不是，这是认真的吗？10秒，你继续劈，他心脉好像又要停了。好，你闪开点。活了，又活了。不行，时间太短了，得提高功率，继续劈。好。我感觉无火师兄此时应该更想让他们放过他吧，自己不会吃到一半真成了无火师兄的喜吧？怎么会落得这么惨的一个结果？让他去吧，让他安安心心前往另一个世界好了。喂，没气了。喂，没气了。不会是被我劈死了吧？现在怎么办？我在思考我要怎么认错。其实还有个更好的法子。我懂。无祸师兄，你死得好惨呐！没想到无祸师兄一代天骄，竟会如此离奇惨死，天杀的！让我知道是谁干的，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无祸师兄，你就安心的去吧。你们两个是疯了吗？今日是我宗天骄鹰无祸的忌日，各位师兄弟吃好喝好玩好，今日所有的消费，本公子买单了。好，金公子大气，各位甭客气，敞开肚皮了造。这辈子能吃上咱们无祸师兄的席，也算是值了。可这一开始不是你的席吗？是我的席，千变万化。我真傻，我早知道我那苦命的无祸师兄躲不开这劫难，我就不该在他死之前这么折腾他，让他不得好死了都。你也别太难过了，这事儿不怪你，你已经尽力了。无祸师兄若泉下有知，一定十分感动。无祸师兄，你就这么背着我离去了。这是诈尸了，好吓人啊！你也不诈尸吗？我那是压根没死。等等，不对，可能有奇迹，这指头还屹立不倒了，看来是尸体僵硬的太快，重新盖上吧，别让人发现什么了。看来只能用暴力了。不，还有救！你们这群天杀的混账，坑别人也就算了，怎么对自家人也这么狠？他刚刚说什么？他说我们是天杀的混账，不是这句，上一句好像是。他说他还有救，这都还有救？你这语气很希望他没救吗？你干嘛？我问问宗主这是什么情况？你早怎么不问？也没人提醒我啊。好吧，怎么了，宝贝徒弟？你让宗主接一下，有很重要的事情禀告。你禀告我不就得了？你看不起你师傅了不是？怎么了，宝贝淼淼？有什么事跟我说呀？资源问题的话，你拿着太上长老令随便用就好了。那倒不是资源的问题，是你家爱徒的问题。无祸怎么了？惹你生气了？他没气生了才是最大的问题。没生气不是挺好的吗？有种九剑山迟早要完的感觉。有种九剑山迟早要完的感觉。你们认真看一下，我的意思是他好像快死了。我们真是被喜悦冲坏了脑子，差点耽误了大事。他这个情况多久了？就10来分钟吧，本来真要死了，心脏都不跳了。还好我力挽狂澜，给他做了心脉复苏，才撑到现在。你做得很好，若不是你，他恐怕已经命丧黄泉了。若没有你的救助，无祸发病后2分钟内就会七窍流血升天。他这到底什么情况啊？能不能治？能不能治我们说了不算，而是你说了算啊！你说我特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没错，是你，就是你，你就是无祸现在唯一的救星。按照现在的剧情，你不会还藏着一个神医马甲吧？怎么可能？我要会医术，我不早开始治疗了。你那心脉复苏不是吗？我还以为你后面是诚心要他死呢。谁给你这种错觉的？我要他死干嘛？这样九剑山圣子的位置就空出来了，轮到你当圣女了。好有道理啊！少看点那种勾心斗角的画本，你脑子就是看这些看坏的。我有太上长老令，待遇比圣子圣女好多了，让我去当圣女那是降低我的档次了，懂吗？你说的也好有道理啊！你们先将无祸带入温泉池中去。我倒是没问题，但鹦鹉祸他能拖吗？嘿嘿，这你就放宽心，他这情况也不是1次2次了，就算死也不至于死那么快了。若真要死，那也是命里必有此劫，随他去吧。九剑山的人心都这么大的吗？宗主，他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可知极阴之体？知道，一种修炼圣体。10秒选手得1分，传闻只有女子才会的紫极阴之体，通常伴随水灵根一起出现，不可多得。很好，小金子也得1分。那鹦鹉祸是女的，
不可能吧？她有喉结，你去把她裤子扒了看看。为什么是我？她若是女子，应该是你去看啊。别看了，若她真是女子，你俩正好凑一对，以后可以生猴子。不会吧？她会同意吗？这两个贱人，这极阴之体的记载确实是只有女子，吴霍是个例外，他的确是男子无疑。吴霍天生剑魂，又天生变异冰灵根，更是先天极阴之体，自带极阴之气，待极阴之气爆发，他必将暴毙身亡。这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比如找个先天极阳之体跟他融合一下？这你都知道啊？不是，真这么狗血啊？老六在修真界15载，偷蒙拐骗苟活性命，如今终于知道了自己竟是阳灵根的拥有者。你们怎么就觉得我是阳灵根呢？不是说好的变异火灵根吗？我当时就是胡说的而已。我当时搜完魂，除了那几只粉色的吹风机和阎罗恶咒外，再一点信息也没有，我就随口说了个变异火灵根。你个老邓，这也能胡说的吗？总不能我搜完魂屁都不放吧，显得我不专业，没道德。切，丑话说在前面，若我不是阳灵根，把他给治死了，你们可不能怪我。苗苗，你可真是一个好孩子。不就是睡一个男人吗？睡谁不是睡？何况还是咱们的无祸师兄，我也不亏。你放心，我不是什么坏女人，事后我一定对你负责。你若不想对我负责，打发我点天才地宝、灵石功法，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就行。大傻春这是要干什么？来人啊！救命啊！非礼了！我不活了行不行？不治疗了行不行？我的贞洁啊！等等，谁呢？这么重要的时刻，你咋还恶心人呢？不是我恶心人。对呀，你镇着人家病，就要人家的身子，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不是，我这不救人吗？你们什么情况？话本里不都这么写？这种情况要两人交合吗？什么？我看你脑子也是看话本看坏了。这些年轻人真是年轻气盛。若真要那般，我们岂能在这儿看着？谁知道？我以为你们要欣赏一下战场实况呢。这小姑娘怎么说话不知羞耻呢？你思想真脏。好，你们在骂我，我不救了。别生气，是我们的错，我们没说清。我们说的融合，指的是你释放自己灵根中的气息，灌入无祸的肉身当中，而非男女之事。哦。快离开！难道失败了？无祸？莫非无祸已经被爆成灰了？你别太过在意，这是他的劫，即便你不救，他也难逃一死。你不是阳灵根也没关系，你的天赋已经很好了，大家都偷偷骂你天赋狗呢。我要纠正你一下，第一，殷无祸没死；第二，我不是天赋狗，我是挂逼。你说殷无祸没死，可他不是被炸成灰了吗？可我不出意外的话，就是阳灵根。肉身重塑了，他的气息与修为也在不断攀升。不对，他的气息还在涨，难道要一举突破金丹期？无祸，修为猛涨容易损坏根基，况且你目前并未了解灵魂刻印，控制住，千万不要就此突破金丹期。现在的状态比按照原本的路子要强许多，如今身上的太阴之气竟完全没有一点副作用了。你真阳灵根啊？之前我不确定，现在应该是吧？你们看，是比之前更厉害了。这就是阳灵根吗？不，你们继续看。水系灵力不呢，还有金、木、水、火、土，我都能用。我突然知道为什么世间难寻阳灵根了，原来如此。吃好喝好，一路走好。哎，不是，你们啥意思啊？我阳灵根不是好事吗？不出意外，10分钟内你必痛不欲生，痛经而亡。怎么又要我死了？我刚刚重新搜索了一下资料库，确实有阳灵根这种说法，可调动5行元素。只是阳灵根是最强灵根的同时，也是最容易死的灵根，而且是必死无疑的那种。最牛的阳灵根持有者也活不过金丹期。能解释一下为啥当时发给我的明明是极品火灵根，怎么又变成了阳灵根了？我也不知道啊，我库存里就那一条极品灵根。你狗系统，无了你了，你知道我的死因吧？狗系统。无了你了，你知道我的死因吧？我不想死不瞑目。这个简单，5行灵力关在一个空间内，也就是丹田，灵力越来越大，将它们融合在一起，人又无法精确控制比例，比例失调，自然就爆炸了嘛。通俗易懂的来说，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好有道理啊！水淼，你想明白自己的死因了吗？是的，不就是5行元素不协调，爆炸了呗？都怪我没有调查清楚，我以为阳灵根修行5行功法是自由选择一种，没想到竟然是5行同存。不怪你们，我可以有遗言吗？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尽量去做。我死之后，天贝洞府势必无法开启，到那时肯定有不长眼的人针对9剑山。我只希望你们不要怪我。天哪，知淼竟然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
苗苗，你真的，我哭死！我希望我死之后还能看到各位给我好吃的、好玩的。如果更好点，可以烧点灵气丹药给我。万一地府什么都没有呢？多要点可以打点下面的官差。好，好，好，你想要的我们都给你。还有九剑山的所有权名字写我的名字。好，好，好，我们都答应你。这10分钟怎么过得这么慢？不对，这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你怎么还没死？20分钟了吗？我好痛，我好痛啊！我怎么突然有一种上当了的感觉？我也觉得。怎么会？丹田处空空如也，10秒筑基的币在哪儿？五行、雷属性，这些属性明明都在10秒体内，却没有一丁点要融合的意思。你的筑基，你的币，到底怎么回事？咋回事啊，宗主？你知道啥了？怎么突然这么大惊小怪？我大惊小怪，你们来看看，你们只会比我更加吃惊。不信？我操！这10秒肉身不是人是不是？能让你俩化神后期都震惊成这样？挖草！哎，我乐个豆！各位能先放开我不？我特么被你们全都摸光了啊！你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要逆天吗？哎，对，你说对了，我确实在逆天。10秒将突破筑基之后与太上长老相遇后的种种解释给众人。天道筑基竟是这世上最大的骗局。仅仅7天就自创出莲花经这等功法，五行同修的问题就这么被你克服了，可怕的很。大家都是人，凭什么差距这么大？哎呀，跟我比，无需自卑，就喜欢看你们不爽，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你干嘛？我这辈子最讨厌装逼的人。杨灵根，五行同修的事情，你暂时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为何？因为太特殊了。以往所有人把五行同修的杂灵根视为废物，可你不一样，你的阳灵根修炼速度也是匪夷所思。你还彻底解决了五行同修的安全问题。你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做到五行同修的人。魔要杀你，兽要杀你，就是人也要杀你。你天道筑基，又爆出一个五行同修，以后的路凶险万分啊！树大招风，风必毁之。我会隐藏好的，知道我能够保护我自己。我也会保护你的，但你们的心意我很感动，但有一个问题。你说？我觉得你们不一定打得过我。阿弥陀佛。精明师兄果然厉害，这号佛莲不才练了多久，就已经炉火纯青了。也是，此前我远远观望精明师兄修炼，被他身上的佛光所照佛，那种感觉宛如升天。精明师兄不愧是当世第一天骄。听说悲泣剑的主人，天道筑基的九剑山天骄迟淼，身上也会发光，说肯定比精明师兄身上的光更亮、更耀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精明师兄可是金丹期了，他迟淼一个筑基期的修士再会发光，也比不得精明师兄啊！迟淼施主身上也有佛光，有序。天空一声巨响，本人优雅登场。秃驴，你又在偷听什么？原来是于无心施主，你来的不巧，他们已经说完了。能让你说出有趣的，莫非是那九剑山的迟淼？我也听说他是个极为有趣的人。听说他也有佛光。那你俩到时候站一块比一比谁更亮，我来当评委。秃驴，赶紧放开我，否则我弄死你！阿弥陀佛。把我都弄脏了，一点都不优雅，被人看见，我这第一美男的称号不保。不过我还真挺期待那迟淼的，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几斤几两。这次师宗集训可是强敌如云，合欢宗的小妖女也半步金丹了，还有那万剑宗的文人一和，我都是半步金丹，人才辈出啊！哦，合欢宗、血宗，人家早都改邪归正了，好不好？少主，你比昨日更美了，等大婚那日一定更美。是吗？我有多美？少主自然是天下第一美。那你愿意为我去死吗？当然愿意。那便去吧。玄机，你别太过分了。母亲不过是杀了一个傀儡而已，一个碍眼的东西，你何须如此动怒？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玄机，我们合欢宗不就不是什么好宗派？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也不知道吗？你是我女儿，又是天孤之体，就应该清楚，找一个天赋高、修为高的男人，才能让你日后平步青云。那是你的宿命，不是我的。我容玄机就要嫁人，也得是我自己选的，我自己爱的。我们练的功法，只有在双修之后，才能爆发出真正的威能。你若还想维持与我之间的母女之情，便无需多言。你退吧，母亲。你就是不肯听我的。你1年之内我会给你结果，若那时还选不出一个合格的心上人，我自会嫁给文仁义。他怎么就不明白呢？若一意孤行，真让那该死的预言成了真，他必遭一生痛苦。什么狗屁预言诅咒？天孤之体未能在20年内成婚，便一定会遭受反噬，我才不信。哼，九剑山好大的排场，十宗集训还敢让所有人等他们？就是要实力没实力，
要钱没钱，新一辈连个半步清单都没有，还好意思叫剑仙？是啊，比不得我们少宗主，有钱有实力，还有未婚妻。低调低调，我是人生赢家，这事儿可别被人知道了，你说是吧，玄机？哼，你还没打算解决他吗？解决他容易，但招惹天剑宗麻烦，还不如让蹦打着去。那你也是心大。我心大，你看他脑袋怎么样？丑货。我是说，你看他头上适合种草。牛逼。玄机，怎么了？看着我是想我了吗？走，离这精神病远点，咱们去静明身旁借福光挡一挡晦气。少宗主，怎么感觉田姬小姐不太待见你呢？不待见我，这样的女人才让人有征服的欲望。反正她最后都得是我的。等大婚之后，老子玩腻了，就把她贬为妾。地上那个闪开！掉下来的那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个人。的确是个人，从天上掉下来的，哪能是正常人嘛？希望人没事。似乎还砸到了文仁义。那他可以试试。阿弥陀佛。九剑山的人来了4个人，还都是男的。池淼是谁？我怎么没看见？我特么再也不玩御剑飞行了。鹦鹉货、金圣斐，你俩比赛的时候能不能注意一下？还有一个新手上路，你俩玩也就算了，金圣斐你这贱人，还以我为中心玩秦王绕柱。对不起，池淼，你快说没关系。呸！信不信我把你打成屎？不信，形态都变了。我们少宗主呢？完了完了，这人刚刚没闪开，才刚入场就拿了一个人头。哥们，你信不信？我不是故意的。好，你不说话，就算你默认相信我，原谅我了。出去没救了，准备吧。行。谁好人家他们出门带出变套装了？九剑山现在走的是这种风格吗？我觉得还挺震撼的。有趣。只要一直装死，装出事，到时候就有理由怪罪九剑山了，让九剑山在10宗集训抬不起头来。你们九剑山的人都这么没素质吗？伤我天剑宗少主不说，还搞这幺蛾子。这丑货原来是天剑宗少主，不是？天骄手册上形容他不是仙姿神颜吗？这怎么看都不像啊！看，这个老六在修真界修成了最贱的等。天空一声炸响，老六闪亮登场，没想到却砸到了宗门的死对头。他装死呢？我知道啊，你想碰瓷。虽然我真的砸了你，但你也是真的撞。大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看谁先受不了好了。没想到我竟然撞死了天剑宗少主，这可是宗门恩怨，都怪我，都怪我。你放心，我一定会救活你的。我这刚好有2救命丹药，价值连城。来，张嘴，吃了姐姐我的仙丹。仙丹，鬼知道这是仙丹还是毒药？发生什么事了？丹药醒了，那就好，吃药吧。我醒了啦，不用吃了。谁管你，让你吃你就吃，醒了也得吃。我怎么使不上灵力？这是他纯肉身的力量吗？不可能这么变态吧？你怎么能浪费我的一片心意呢？都吞进去，那我帮你吧。你喂我吃了什么东西？你这个大好人。喂的仙丹啊，可真管用，一下就醒了。不错，少宗主本来就醒了，你强行喂进去的，有吗？老弟你自己说，你有被我强行喂药吗？当然没有，都是你这大善人的仙丹救活了我，我现在浑身舒服，真是太感谢你了。丹药有问题，可我见过那么多丹药，从未见到有这种效果的。真化丹不像啊，的确不像真化丹，倒像繁殖来的。有趣，这赤淼果然不简单。哎，小事，你不介意我撞了你就好。我当然不介意，被你撞倒是我3生有幸，我都觉得该给您一些财物孝敬您。啊，这么隆重，不太好吧？若不是这个小插曲，我这辈子都没办法跟您这样优秀的人打交道。您要是不收，我可就要1哭2闹3上吊了。好有诚意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随便挑几件吧。这宝葫芦不错，这箫也还行，我拿去送鹦鹉货。这玉佩我拿去送金圣斐，他肯定喜欢。文人一想哭想闹，可他被控得死死的。行吧，我就挑这么点。文人一麻木了，他就像一个被人糟蹋到完全没有抵抗意志的花姑娘，狠狠抱住可怜的自己，默默流泪。你们九剑山欺人太甚。有吗？我们哪儿欺人太甚了？大家可都看到了，是天剑宗少宗主求我干的，那没求我的事儿，我可是一件也没干啊。阿弥陀佛，池淼施主，金佛寺欢迎你们到来。真漂亮，她应该就是池淼吧？不太可能吧？传闻池淼可是练气期突破筑基的时候引来了9道雷劫，那么牛的人怎么会是这副德行？你不觉得他也很神吗？哪个神？神经兮兮的神。嘿嘿。真没想到传闻中那么厉害的一个人，真实现状怎么就如此的贱呢？希望这次集训能找出5个根值95以上的天骄，专项培养他们，早点完成狗系统发放的任务。你真的？我哭死！别哭，你哭会让我有种你在我脑子里撒尿的感觉。哭
哭会让我有种你在我脑子里撒尿的感觉。感觉咱们还挺受欢迎的。怪不好意思的。今日各位舟车劳顿，我们就不进行特训了，大家随便逛逛，明日早训莫要迟到了。几位贵客稍等。怎么还有一个和尚？他就是净明。石淼施主有我金佛寺的令，是我金佛寺的贵客，我自然要照顾一些的，还请九剑山的几位贵客不要嫌烦。翻译过来就是，老子过来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我懂了。你会发光，我也会发光，我俩上辈子一定是亲人啊！这么快就开始讨好静明了，看他那没出息的鸟样，该死的丹药，效果总算过去了，马上就有好戏看了。所有人都以为静明天生佛子，是个好说话、好攀附的主儿，其实静明才是最难攻略的。他像是真正的佛，表面仁慈，实则藐视众生。你怎么也有佛光？静明师兄，久仰大名。这不是佛光，似乎有种特殊的力量，膝盖好像不受控制的感觉。快走！九剑山咋回事啊？不知道啊，有什么危险吗？这可是金佛寺最安全的地方了。久仰久仰，幸会幸会，久仰久仰，幸会幸会。他俩还极限拉扯上了，还真比上了。不对劲，石淼身上的不是佛光，不是佛光是什么？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躲一躲，回头你们会感谢我的。哎，九剑山现在这么抽象的吗？静明不愧是当世第一天骄，天生佛子，这光猛地一爆料，差点闪瞎我的眼。你不讲武德在先，别怪我不客气了。功德金光普照之下，以如今10秒筑基期之力，元婴之下，必中招。我的膝盖怎么完全不受控制的跪下了？10秒之光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从心底觉得他形象高大？这是什么鬼东西？怎么站不起来了？久仰久仰，看你能撑多久？没你亮，咱还没你骚了不成？功德金光，10秒，果然有据。静明不说幸会了，是不是代表认输了？应该是吧。静明也跪下去了。这10秒真厉害啊！从小到大我就没见过静明吃瘪，他这才刚筑基，可真牛！我宣布，第1届水量比赛的胜利者是10秒。你能先想想办法，让咱们别跪了吗？跪着让你很爽吗？10秒姐姐，收了你的神通吧，让我们站起来吧，跪的膝盖有点疼。众爱卿平身。众爱卿，小姐姐你有病啊？那光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文人义你怎么不站起来？我哪儿跪了？我是在练功。怎么10秒的光还在他身上集中呢？这贱人啊，竟然还有这么恶心人的手段！方才不是提醒过你们吗？怎么不躲开？鬼知道你们九剑山的人这么能整活，还有这10秒，这技能也太恶心了。有这技能，日后有对战项目都不想跟他交手，真扛不住。方才冒犯了。这有什么？都是亲人，没啥冒犯的。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功德成光，前途无量啊！你也不错，你光比我还闪呢。不过为啥你的光没有压迫感？因为你们出家人素质高尚，对不对？该死的东西，不过是一些班门弄斧的小伎俩罢了。我迟早要让他好看，要把他狠狠踩在脚底下。老六为了逆天改命，穿越到修真界，不知杀机无处不在。我的天狐媚瞳怎么没用了？难道是他装的？小姐姐，你这有眼屎没擦干净。长这么重，从未有任何一刻如此丢人现眼，少女心破碎了。谁让你帮我擦了？啊！你刚刚一直盯着我，不是为了让我帮你擦吗？我的天菇媚瞳竟然对10秒真的一点用也没有，我从未失手啊！我总不能说自己想用天菇媚瞳控制你吧？这不直接结仇了吗？这也太丢人了！我的能力第1次完全失效。我只是方才看你生的极美，一时没忍住，看呆了罢了。求求你信的。谢谢你的夸奖。苍天啊，好人呐！他骗你的，他方才是想用天狐媚瞳魅惑你，打探你的消息。我知道啊。那你还这样装？我情商高啊。您牛逼，您开心就好。为了解锁更多功能，咱给你推荐一款黄金瞳。鉴定瞳数，可初步检测出个人主要信息，购买后即可终身使用。有了这黄金瞳，你培养天骄的任务岂不是锦上添花？原价100万，现在打1折只要10万。目前商城搞活动，满10万减9万，合计下来只要1万积分，刚好你兜里有1万积分，你赚大了。切，你这套路我前世就用过，真实价格用某宝一扫才1/3左右。这样吧，我也不为难你，就一个数，1000积分，你卖还是不卖？姐，你让我赚点。小姐姐，既然误会解除了，我向你打听个事呗。好，成交，您的1000积分已扣除，黄金瞳即将到货。跟着这样一个抠搜的宿主，我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这是还想追究吗？你有什么事要打听，你直说就好。啊，没事啊，我徐晃一枪吓吓你，被吓到了吗？那我给你说对不起吧。
骨龄19，半部金丹，天狐之体，一双天狐魅瞳可直击神魂，被对视者受其控制，因累世情债受人诅咒。若不在20岁之前与人成婚，必遭反噬。修炼功法阴阳合欢功，天毒体，因利用五毒滋养肉身，全身皆有中毒，身有毒香，与其亲近者易中毒。我的脸上还有什么脏东西吗？姐妹，你是真狠人啊！以剧毒炼肉身，你看上去很痛苦，是因为天毒体吧？你打听我？那你要杀了我吗？十宗集训，天骄云集，背后无数双眼睛盯着，连大成期的一宗宗主都不敢在这个节骨眼动我。小姐姐，三思而后行啊！反正我活不久，拉你一个天道筑基，也算给我这短暂的一生增添光彩了。你想想，为什么别人都不知道你练了天毒体，而我却知道呢？是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呢？猜的。猜也得有理有据吧？因为我牛逼。你还真是一点也不谦虚。谦虚能让我变强吗？谦虚能让你解决这天毒体吗？明显不能吧。你能解决天毒体？呢。我该怎么做？哎呀，你弄疼我了。抱歉，我太激动了。池淼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龙玄机看了一眼池淼，温暖漂亮，还有几分说不上来的神性，好像他心中的救世主。我在想什么？怎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进来了？天毒体的解决方式其实很简单，只是这个方式太过简单，所以反而没有人相信。你只需要戒毒、散毒、转化毒。不是，你这说的跟没说有什么区别？你若不信，明日清晨你起来，到时候我做什么你跟着我做即可。对了，今日你忍着疼，别泡毒药药浴了，死得更快。10秒回到房间后，从积分商城买了几本书。不是我的姐，你这临时抱佛脚啊！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你别忽悠人家啊！顺德的，这有什么好忽悠的？不就一个天毒体罢了。我在九剑山的藏书阁可是学了半个月修真界的各种知识。其实我还是一个很努力的小女孩啊。你就是读书时代那种假装不学习，背着人偷偷学，最后营造明明不学习，学习成绩还那么好的那种贱人。嘿嘿，对，就喜欢这种装逼的感觉。毒嘛，也就是化学，搞清楚是哪几种物质之后，对症下药去转换就好了。何况在这修真界，什么灵丹妙药没有，我自己还能炼丹呢。阿弥陀佛，祝你成功，祝大家都成功。操！你站到我后面，待会看我动作来。好的。第一步，戒毒，无需我多说。从今以后不要泡你那毒药浴了，只会加重你的情况。第二步，散毒，怎么散？当然是新陈代谢啊！最好的代谢方式就是运动，出汗才能把毒素散出去。对此，我特意研究了一套新功法，结合了舞蹈与修炼，除了略有羞耻以外，完全没有任何缺点。这套功法名就叫大战宏图修真版。别墅里面唱的，水池里面饮龙鱼。什么新陈代谢，什么大展宏图，有种礼乐崩坏的感觉啊！辣眼睛，愣着干什么？一起跳啊！我就是被毒死，也绝对不会跳这种舞的。别墅里面唱的，水池里面饮龙鱼。这些灵力竟然跟着池淼一起摆动，疯了！这个世界是真的疯了，怎么会如此荒唐？我怎么能跳这种舞呢？不要劝我去跳，不要劝我去跳。这个时候如果劝我的话，我真的会狠狠的心动啊！又能加快修炼，又能排除体内的毒素，这是什么天大的好事？羞耻一点又怎么了？池淼，你不要劝我，池淼。爽？怎么了？那个我不会跳的，你不要劝我跳啊！我听见了，你不跳我自己跳呗。这人是真傻还是装傻？我不跳，你不劝我一下吗？你让我不要劝你啊，姐妹你放心，我池淼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情商高，从不做强人所难的事儿。我特马崩溃了，强个屁难啊！昨天还愿意给我台阶，今天就不愿意了吗？如果你劝我一下的话，没准我会跳一下的。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跳，但是又不好意思，对吧？彻底崩溃了，说好的情商高呢？对，我想跳，我想救我的命。什么？你想跳楼索我的命？没太听清，你带点声。对，我想跳，我求你劝劝我。想跳就早说嘛！放心吧，我早就设下了隔离阵法。今天这事儿只有我俩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都不是。我是装的。好丢人，真的好丢人！池淼，你可真是一个贱贱的小女孩。来吧，跳吧，救命嘛，不丢人。老六穿越修真界，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帮道友将体内的毒素转化为一种威力极强的毒灵力。现在距离集训时间还有半个时辰，池淼也还未到，只要我们提前在这儿挖坑，做好障眼法，池淼必然会摔进去。这都是他自找的，敢羞辱我，我要让他在金佛寺身败名裂。不愧是少宗主，真是太有头脑了。少宗主，我有点担心我们会被认出来，到时候容易惹麻烦。担心什么？我们都包成这样了，谁能认出我们来？修真界竟有如此神奇的修炼法，这竟是他的痔疮。真的有人天赋如此逆天吗？
那个，你这药材费，我现在肯定付不起。不是，有一个顶级天骄1块上品零食都出不起啊！从来都没有人愿意无私的对我这么好，所有人都是有目的的，除了你。哎，你别哭啊！你不想还钱就直说嘛，我不要你手工费了还不成？整得更敲诈你似的。拿去。这几个天剑宗的在干嘛呢？是觉得修仙修不了，打算转行马戏团表演了吗？好像在挖坑，挖在这个地方。若我们待会儿前去集训点，肯定会中招。让我也听听。嗨，总算是挖完了，这坑肯定能让池淼困在里面。可这不会误伤少夫人吗？玄机，我会提醒他的。少夫人，姐，你这眼光有点刁钻啊！你听我解释。他解释了之后，池淼更是一脸的嫌弃了。真糟糕，现在的长辈都喜欢美女配野猪吗？你真嫁了的话，还要被催生。到时候我建议你找个帅一点的，脑子好一点的，给他整个大侄子，再找他上户口，嫁给一个大胖菊，送他一个大侄子。我谢谢你，没想到他这么歹毒，今天敢对你起歹念，明天就敢杀你。我去帮你宰了他。干嘛啊，大傻春？我剁了他，以绝后患。你先别急，现在杀了他麻烦在我，我教你怎么恶心人。恶心人。池淼来了，快躲起来！怎么只有他一个人？莫非是少夫人不待见他？不愧是我的女人，就是懂事。来了，他要摔下去了。完了，忘记拿我的水壶了。他这是要……趁现在没人，让我来练一手御剑飞行。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挖出来的坑啊！我飞。他又回来了，掉下去！我飞。这池淼该不会是故意的吧？怎么可能？他又不知道。我飞。贱人，他挑衅我啊！我要宰了他！少宗主，我们现在出去相当于摊牌啊！池淼用黄金筒将这些人看得清清楚楚。小老弟，不行啊，这就破防了。池淼，我们还打算喊你一起去集训呢，没想到你在这练习御剑飞行。你别过来！怎么了？你脚下有坑。哪儿有坑？我明白了，你又想忽悠我呢？你怎么这么幼稚？哪儿有坑啊？没见着啊？哪儿呢？蠢货！你们九剑山的弟子都是蠢货，这招都能中，你们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文仁义，你们看不见我，我不是天剑宗的，你们信的吧？对吧？动手吧，玄机，太蠢了，没得救了。我在这里施展了一个隔绝灵力的阵法，没了灵力，洞里的人不会轻易逃出来的。这坑就是你们几个挖的吧？老子要弄死你们！来啊，谁怕谁？老子半步金丹能怕你这废物？怎么用不上灵力了？池淼这贱人又在搞什么？天杀的，老子弄死你！拔你头发，我拔你头发！你们九剑山的好龌龊的手段，你们还看着干什么呢？还不来帮我？就算没了灵力，5个打1个，你们还打不过他了。好凶残！金圣匪他好可怕啊，竟然拔人头发！谁害的？就问谁害的？别闹太大了，咱们还是赶紧把金圣匪拉上来吧。 5个废物，打不过我1个。注意一下个人素质，咱们出来代表的是九剑山的颜面啊！想不到你有朝一日也能整上这话了。贱人，把我拉上去，否则要你好看。你这丑货还能要我好看了？知不知道你未婚妻昨晚看见我的惊世美貌都看呆了，我都给她搓背了。这也可以。石鸟说的对。荣玄机，你在这种时候还胳膊肘往外拐，你真是分不清立场。哎呀，你这人真不行，整天就会凶你香香的老婆，你不会疼，有的是人疼呢。你死不要脸的！哎，就是我会帮你疼你老婆的，爽不爽？爽不爽？你别欺人太甚，快把我们带上去，否则把我们踹下坑，这事你没法交代。你们自己挖的坑，自己跳下去了，怪我喽！我不仅不会带你们上来，我还要把你们活埋了。你敢？长这么大，别大惊小怪，小场面罢了。这还小场面？这么给他们活埋了，真是便宜他们了。哦，那你还有什么点子？说出来听听。我要找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丢进去，把他们全都干了，让他们流血，让他们失去作为男人的尊严。你真是饿了，什么都吃得下去。我没说这个人就是我，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行动吧。行动什么？不是说要把人活埋了吗？这个我很在行的。对，他接的悬赏单都是生死单，经常埋人，他专业素养很高的。我没说是我们来埋啊。那这谁埋？我那人准备的。哪儿还有人？他隐藏了自己的气息，实力比你们都强。
你们当然感知不到，那您怎么知道？你境界不是更低吗？因为他写了小纸条啊，这人就是背后拱火的，我们的所作所为他一清二楚。如果不把他捆在我们的船上，他一旦告发我们会有很大的麻烦的。好刺激啊！那这人是谁？若你不想当众丢人被我逮出来，我劝你自己主动点，别藏啊，秃驴！和尚，开玩笑的吧你？那个和尚能这么鬼鬼祟祟？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贫僧就此路过，未曾想过诸位皆在，当真缘分呢。敬明，这死秃驴，怕是早就闻着瓜的香气过来了。诸位为何一语不发？原来贫僧来的不巧了，扰了各位，那贫僧先走一步了。死秃驴！我要你再装，你再装一个试试。你在干什么啊，大傻春？这可是净明啊，是佛子啊，在人家的地盘上，你不想混了？石庙施主在说什么？贫僧听不懂。你要是再装，你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背地里是这种人吧？贫僧常对众生说，佛会保佑你的。人各有所求，或求财、求权、求命，才将信念建设于佛前庙里。若真有神佛，那为何世人皆苦？人尚且不在乎蝼蚁生死，若真有神佛，神佛又怎会在乎人的生死？将希望寄托于他者，愚昧至极。世人皆知他是天生佛子，可无人知晓他亦是天生无情。有趣，你怎么确定一定是贫僧呢？你给我的纸条上附带灵力，虽然你有刻意隐藏，让其他人都无法辨认，但你棋差一步，你对我不了解。好强的灵力亲和，不愧是天道筑基。还好吧，也就一般。好装，你不装了，都被看出来了，装什么？给吧，咱们要活埋那几个天剑宗的，这活你来干。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今天这事不干净，你手头有我们的把柄，所以埋人这活必须你来干。我不是那种会告人秘密的小人，看得出来。那你为何多此一举？我是无耻小人啊！你要是不给我安全，我可不能保证我这嘴能守得住你偷听我和荣玄机的事。阿弥陀佛，一招十足千古恨了。